孟婆茶，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我登上一列露天的火车，但不是车，因为不在地上走，像筏却又不在水上行，像飞机却没有机舱，而且是一长列，看来像一条自动化的传送带，很长很长，两侧没有栏杆，载满乘客在云海里驰行。我随着队伍上去的时候，随手领到一个对号入座的牌子，可是牌上的字码几经擦改，看不清楚了。我按着模糊的号码前后找去，一处是教师座，都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作家座，也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翻译者的座，标着英法德日西等国名。我找了几处都没有我的位子。传送带上有好多穿灰色制服的管事员，一个管事员就来问我是不是尾巴上的，尾巴上没有定座，可是我手里却拿着个座牌呢。他要去查对步子，另一个管事员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他们在传送带的横侧放下一只凳子，请我坐下。我找座的时候碰到些熟人，可是正忙着对号，传送带又不停地运转，行动不便，没来得及交谈。我坐定了，才看到周围秩序井然，不敢再乱跑找人。往前看去，只见灰蒙蒙一片的灰暗，后面云雾里隐隐半轮红日，好像刚从东方升起，又好像正向西方下沉，可是升又不升，落也不落，老是昏腾腾的一团红晕。管事员对着手拿的扩音器只顾喊往前看往前看，他们大多凭栏站在传送带的两侧。我悄悄向近旁一个穿灰制服的请教，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他笑说，老太太翻了一个大跟头，还没醒呢，这是西方路上。他向后指点说，那边是红尘世界，咱们正往西去。说罢也喊往前看往前看，因为好些乘客频频回头，频频拭泪。我又问，咱们是往哪儿去啊？他不理睬，只用扩音器向乘客广播，乘客们做好准备，前一站是孟婆店，孟婆店快到了，请做好准备。前前后后传来了纷纷议论，上孟婆店喝茶去。孟婆茶可喝不得呀，喝一杯什么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嗨，喝他一杯孟婆茶一了百了。我可不喝，多大的浪费呀，一杯茶冲掉了一辈子的经验，一辈子不都是白活了吗？你还想抱住你那套宝贵的经验再活一辈子吗？反正我不喝，反正也由不得你。管事员大概听惯这些议论，有一个就用扩音器耐心地介绍孟婆店。孟婆店是习惯的名称，现在叫孟大姐茶楼。孟大姐是最民主的，喝茶绝不勉强。孟大姐茶楼是一座现代化大楼，楼下茶座只供清茶，清茶也许苦些，不爱喝清茶可以上楼，楼上有各种茶，牛奶红茶、柠檬红茶、薄荷凉茶、玫瑰茄凉茶，应有尽有，还备有各色茶食，可以随时取用。哪位对过去一生有什么意见、什么问题、什么要求、什么建议，上楼去可分别向各负责部门提出，一一登记。那儿还有电视室，指头一按就能看自己过去的一辈子，各位不必顾虑，电视室是隔离的，不是公演。这话激起了轰然笑声。平生不做亏心事，我的一生不妨公演，这是豪言壮语。得有观众欣赏呀，除了你自己，还得有别人爱看呢。这是个冷冷的声音。扩音器里继续再讲解，茶楼不是娱乐场，看电视是请喝茶的意思，因为不等看完就可不及待，急着要喝茶了。我悄悄问近旁那个穿制服的，
为什么呀？他微微一笑说：您自己瞧瞧去吧。我说：我喝清茶不上楼。他怪异地说：谁都上楼看看热闹也好啊，看完了可以再下楼喝茶嘛。不用，楼上现成有茶，清茶也有，上去就不再下楼了，只上不下。我忙问：上楼往哪儿去？不上楼又哪儿去？他鼻子里哼了一哼说：我只随着这道带子转，不知道到哪里去，你不上楼得早做准备，楼下只停一会儿，错过就上楼。为什么？得轻装，不准夹带私货。我前后扫了一眼说：谁还带着行李吗？他说：行李当然带不了，可是身上、心里、头里、肚里都不准夹带私货。上楼去的呢，提意见呀，提问题呀，提要求啊，提完了撂不开的也都撂下了。你是想不上楼去啊？我笑说：喝一杯清茶不都化了吗？他说：这儿的茶只管忘记不管化，上楼的不用检查，楼下喝完茶就离站了，夹带着私货过不了关。他话犹未了，传送带已经开进了孟婆店，楼下阴沉沉冷清清，楼上却灯光明亮，热闹非凡。那道传送带好像就要往上开去，我赶忙跨出栏杆往下就跳，只觉头重脚轻一跳，头落在枕上，睁眼一看，原来安然躺在床上，耳朵里还能听到夹带私货过不了关。好吧，我夹带着好些私货呢，得及早清理。杨绛，1983年10月底。回忆我的父亲。前言，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1979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调查清末中国同盟会会员情况，给我一封信，原文如下：令尊卜堂先生是江苏省最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人物之一，参加过东京励志社，创办国民报、大陆杂志，在无锡首创励志学社，著有影响，因此要我介绍简历及传记资料等，并提出一个问题：在卜堂先生一生中有过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主张革命转向主张立宪，这中间的原因和过程如何，是史学界所关心的，盼望予以介绍。我只写了一份父亲的简历，对于提出的问题不敢乱说，没有解答。其实我虽然不能算知道，却也不能说不知道。不仅对所提的这一转向，就连以后的转向，我即使不能说知道，也都有我的体会。近年来追忆思索，颇多感触，所以想尽我的理解，写一份可供参阅的资料。日本中岛弼教授、美国李佑安教授曾分别为我查核日本和美国的资料。此文1983年发表后，1990年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环同志提供了有关我父亲翻译工作的资料。1992年江苏教育学院翟国璋同志提供了有关我国现代史的资料，我已把原文相应修改，仅向他们致谢。杨绛1993年2月2日。回忆我的父亲。一，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父亲杨荫衡，字卜堂，笔名老卜，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1897年转入南洋公学，1899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度出国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美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4个女儿。那时候我父亲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进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维护民主法治的风骑士。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庭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
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北京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长，却把一位贪污巨款的总长许世英拘捕并扣了1夜，不准保释，直到受停职处分。民国演义上提到这件事，说杨某其实没错，只是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立宪梦辞官之前早已破灭。我说理解，因为都未经证实。我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对听到的话不求甚解，有些事只是传闻，也有些是父亲对我讲的，当时似懂非懂，听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听父母的谈话而领会的。我母亲唐虚案也是无锡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过他们吵过一次架。就是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妻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1898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浑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尔的人性与事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精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精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儿，牵扯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事态作为生动的例证，可是我的理解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自己也分辨不清。例如我5、6岁在北京的时候，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相片，大概是大总统发给每个下属的。那张照片先挂在客厅案邹，不久贬入吃饭间。照片右上角有一行默写字：补堂检察长。我常搬个凳子，跪在凳子上仔细地端详。照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亲，怎么又写着我父亲的名字呢？我始终没敢发问，怕问了惹笑或招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落款不是标签，也不知什么时候知道那人是黎元洪。可是我拿稳自己的理解没错。我曾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啊。可是我盯着问，他就找出2寸来长一只陶制的青底兰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的膝盖上，他爷爷常给他包一靴子瓜子仁儿，教他背白居易的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了一个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2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有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那是1897年的事儿。
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失去公费。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了南洋公学。我现在还存着一幅1908年8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2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2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个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地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儿。我大姐从父母的谈话里知道父亲确曾被学校开除，只是不知细节。我父亲不爱谈他自己，我们也不问，我只记得他偶尔谈起些笑话，都是他年轻时代无聊或不讲理的细事儿。他有个同房间是松江人，把书字读如虚，父亲往往故意惹他，说要撒一克虚去，松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个胖子，大家笑他胖，胖子生气说，你们老了都会发胖。我父亲跟我讲的时候，抹撒着自己发了胖的肚子，忍笑说，我对他说，我发了胖就自杀。胖子气得呵斥呵斥的。我不知道父亲那时候是在北洋或南洋，只觉得他还未脱顽童时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诉我，小哥哥捉了一只蛤蟆，对他喷水念咒，把他扣在空花盆底下叫他土遁。过了1个星期，记起了那只蛤蟆，翻开花盆一看，蛤蟆还没死，饿成了皮包骨头。这事儿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反正他早说过，他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样。回忆我的父亲。2. 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中华民国史上说，1900年春，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1900年下半年，会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经义》、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冯自由革命意识也说起译书汇编，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以翻译法政名著为宗旨，一笔流利典雅，与我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我曾听到我父亲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鸠《万法经义》和一本原文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我也从未读过，他也从未鼓励我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其革命意识。1899年，上海南洋公学派留东学生6人，他们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语言不通。日本文物省特设日华学校，专教中国学生语言及补习科学。雷奋、杨荫杭、杨廷栋3人睡居早稻田附近，即当日雷等为译书汇编及国民报撰文之所。留学生横甲齐地做聚会集中点。那时有某日本舍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又有个日本下女偷留学生的牙粉擦脸。我听父亲讲过，偷皮蛋舍监尝异味，擦牙粉丑婢卖风流的趣闻，但从不知道父亲参与译书并为国民报撰稿的事儿。我大姐只知道父亲会骑自行车，因为看见过父亲扶着自行车照的照片，母亲配上小框放在桌上。
冯自由的革命意识和中华民国史都提到留日学生的励志会里有激烈派和稳健派之分，激烈派必是稳健派，两派势如水火。我父亲属于激烈派，他的一位同窗老友属于稳健派，他们俩的私交却并不势如水火。我记得父亲讲他们同班某某是留学生监督的女婿，1900年转送到美国留学，同班学生不服气，我父亲撺掇他那位稳健派朋友提出申请，要求调往美国，理由是同窗杨某一味地鼓吹革命，常和他一起，不免受他邪说的影响。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否真的提出了要求，反正他们的捣鬼没有成功。中华民国史上说，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1901年夏，留学生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知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据说这段历史没有错，我不明白他怎么卒业前1年回乡，大概是暑假回乡吧。我父亲1902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卒业，回国后和雷奋、杨廷栋同被派往艺书馆译书。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本我父亲编译的明学教科书，想就是那个时候编译的。孙宝寻光绪28年12月29日日记里曾提到这本书，观明学，无锡杨荫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万言之理，今始之旨。艺书馆因经费支出1903年停办，我父亲回到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平在无锡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母亲形容父亲开夜车学理化，用功的背上生了一个搭手居，吃了多少六神丸。我记得父亲晚年有一次从上海回到苏州，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和我母亲讲理化会的大成就。有一个制造红丸的无锡人，当年曾是理化会的成员，后来在上海法租界居住，在他家花园的假山洞里制造红丸。他制成的毒品用铅皮密封在木箱里，运到法国海岸边，抛入海里，然后由贩毒商人私运驻欧洲。那个人成了大富翁。我父亲慨叹地说，大约那是我们唯一的成绩吧。东京国民报以英国人金塞尔名义发行，金塞尔其实是冯自由的父亲冯静茹的外国名字，借此避免清公使馆的干涉。报中文字有某某等执笔，其中有我父亲，后来因资本告罄停版。1902年在上海发行的大陆月刊继续鼓吹革命，实际上是国民报的变相，我父亲仍然是大陆月刊的执笔者。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恒哲先生请我喝茶，会见胡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是我的先生。据说他那时在中国公学读书。钟书对我说，胡适绝不肯乱任老师，他也不会记错。我想大概我父亲由艺书院回南后在上海工作，我知道他在时事新报馆任编辑，也在上海苏报任编辑及撰稿工作，并在城中中学、务本女校、中国公学讲课。听说他暑假回无锡，在40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去。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觉曾愤然地说，此人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一笔款子，1906年初再度出国到美国留学。我大姐说，父亲1906年到美国求学，但据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籍簿，他1906年9月入该校研究科，专研法律，1907年7月毕业，际遇何处等等都已记载分明。
料想我父亲在清廷通缉令下潜逃日本是最便捷的途径。早稻田大学本科卒业不受学位，考入研究科，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士学位，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我父亲告诉我，他初到美国，住在校长家里学习英语，同住宿的还有几个美国青年。他要问字典上查不到的家常字，同学不敢回答，特地问得校长准许才敢教他。父亲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我只偶尔捡得一张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09至1910年的注册证。倒是中书告诉我说，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1集，书名是《日本商法》。我只记得大节讲，父亲归国途中游历了欧洲其他各国，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我问中书，你怎么会知道？中书说，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我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佑安教授，托他找找有没有这本书。据他回信，中书一点也没记错，那本书一找就见，在法学图书馆，称他还为我复印了封面几页和一篇卢易士教授写的序文。据那张注册证，他是当时的法学院长，全书319页，我父亲离校后1911年出版。从序文看来，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他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他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做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对这本书很称赞，不过我最感亲切的是卢易士先生形容我父亲写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意确切地表达出来。我想这是用很客气的话说我父亲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道吧。猜想父亲再次出国4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治产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北伐胜利后，我经常听到父亲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1927年或1928年，我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我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不过父亲和我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了。我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我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征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我不信父亲对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称慈禧为祸国殃民的无实老太婆。我也从未听他提到光绪有任何可取。他回国后由张謇推荐在北京一个法政学校教课。那时候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单祺听到我父亲是东西方法律的行家，请他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我父亲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小说里曾提起这事儿，中书看到过，但是记不起书名，可能是《流芳记》。听说这个肃亲王是较为开明而毫无实权的人，我父亲为他讲法律只是为糊口计，因为法政学校的薪水不够维持生活。辛亥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手说祝你们成功。拉手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2字却很有意思，明白点出东家和西袭之间的不同立场。祝你们成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和我讲的。父亲到了上海，在申报馆任编辑，
同时也是上海律师公会创始人之一。当律师仍视为糊口计。我是第4个女儿，父母连我就是6人，上面还有祖母。父亲有个大哥在武备学校学习，一次试炮失事轰然一声，我大伯父就轰得不知去向，遗下大伯母和堂兄弟姊妹各一家生活之外还有大小孩子的学费。我的二姑母当时和我堂姐同在上海启明学校读书，3姑母在苏州景海女校读书，2位姑母的学费也由我父亲供给。我有个叔叔当时官费在美国留学还没有学成，整个大家庭的负担全在我父亲一人身。回忆我的父亲。3. 作者杨绛，朗读者有疑。据我大姐讲，我父亲当律师，一次和公审会堂的法官争辩，法官训斥他不规规矩矩坐着，却翘起了一条腿。我父亲故意把腿翘得高高的，侃侃而辩。第2天上海各报都把这事当作头条新闻报道，有的报上还画一个律师翘着一条腿。从此我父亲成了名律师。不久由张謇推荐，我父亲做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驻苏州。我父母亲带了我们姊妹又添了一个弟弟，搬到了苏州。我不知道父亲和张謇是什么关系，只记得二姑母说，张謇说我父亲是江南才子。钟书曾给我看张謇给他父亲的信，称他父亲为江南才子。这时我不禁怀疑，江南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别有缘，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呢？我记得我们苏州的住宅落成后，大厅上安徐堂的匾额还是张謇的大笔。父亲说那是张謇一生中末一次题的匾。1913年秋，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宣称要组成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之内阁。当时名记者黄远庸在《记新内阁》一文里说，有拟洋阴行法部者，此语以大肆商量饭菜单时与及原谱中决议之新书，虽不必下注，而已津津有味矣。然梁任公其掌法部，使者为次长一席，终须此谱，此谱方为江苏法官，不知其以老菜根加也，拟上此台盘加也。虽然我父亲是肯老菜根而上不了台盘的。我父亲当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不久国家规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职，父亲就调任了浙江省高等审判庭长。驻杭州，恶霸杀人的案件，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只听到零星片段。我二姑母曾跟我讲，那恶霸杀人不当一回事儿，衙门里使些钱就完了。当时的省长屈应光、督军朱某都回护凶犯，督军相当于前清的府台，省长相当于藩台，高等审判厅长算是相当于聂台，通称3大县。聂台当然是最起码的大县，其实是在督军省长的辖制之下。可是据当时的宪法3权分立，督军省长不能干预司法，这就造成僵局，3权分立而分裂，至少分裂为2。我父亲坚持司法独立，死不让步。我不知双方僵持多久，约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屈应光到北京觐见袁世凯，我父亲就调任了。我曾听到父母闲话的时候，惊诧那些走门路的人无孔不入，无缝不钻。我外祖父偶从无锡到杭州探望女儿，立刻就被包围了。我的外祖父是个忠厚的老实人，我不知道他听了谁的挑唆，向我父亲说了什么话。我父亲不便得罪老丈人，只默不作声。外祖父后来悄悄问我母亲，怎么回事，3拳打不出他一个闷屁。这话成了父母常引用的典故。
我父亲去世以后，浙江兴业银行行长叶景奎先生在上海郑重其事地召了父亲的子女，讲这件恶霸判处死刑的事儿，大致和我二姑母讲的相同。不过他着重说，那恶霸向来鱼肉乡民，倚仗官方的势力横行乡里，判处了死刑，大快人心。他说，你们老人家大概不和你们讲吧，我的同乡父老至今感戴他，你们老人家的为人，做儿女的应当知道。屈应光有个秘书屈伯刚先生，上海孤岛时期在圣约翰大学当国文教授，也在振华女中兼课，和我同事。屈先生是苏州人，一次他一口纯苏白对我说，无独老太爷直头硬下直头硬个。我回家学给父亲听，父亲笑了，可是没讲自己如何硬，只感叹说，朝里无人莫做官。屈应光觐见袁世凯，告了我父亲一状，说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林先生恰巧是我父亲在北洋大学的同窗老友，所以我父亲没吃大亏。我父亲告诉我说，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4字，他就调到了北京。我问父亲，那坏人后来就放了吗？父亲说，地方厅长张某某是我用的人，案子发回重审，他维持原判。父亲想起这事儿，笑着把拳头一攒说，这是我最得意的事儿了，坏人就杀了。父亲摇头说，关了几时，总统大赦，减为徒刑，过几年就放了。我暗想，这还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证明自己判决的不错，证明自己用的人不错，这些笨话我都没问，慢慢的自己也领会了。地方厅长张先生所受的威胁利诱不会比我父亲所受的轻。当时实行的是4级3审制，每个案件经过3审就定案，到高等厅已是第2审，发回重审就是第3审，不能再向大理院上诉。凶犯家属肯定对地方厅长很加压力。高等厅长已调任，地方厅长如果不屈从当地权势，当然得丢官。张先生维持原判，足见为正义，为公道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自有人在。我至今看到报上宣扬的好人好事，常想到默默无闻的好人好事还不知有多少，就记起父亲一攒拳头的得意劲儿，心上总感到振奋，虽然我常在疑虑，甚至悲观。我想父亲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庭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他准看透了当时的政府，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早想辞官不干了。他的顽固不灵，不论在杭州在北京，都会遭到官场的难与共事。我记得父母讲到扣押了那位许总长不准保释的那一夜，父亲说那一夜的电话没有停，都是上级打来的。第2天父亲就被停职了。父亲对我讲过，停职审查虽然远不如褫职查办严重，也是相当重的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我当时年幼，只记得家里的马车忽然没有了，2匹马都没有了，大马夫小马夫也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结果。我父亲在大暑天和一位爱作诗的植物学家同乡黄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标本，去了大约1星期，回家来一张脸晒成了紫糖色，1个多星期后才慢慢褪白。父亲对植物学深有兴趣，每次我们孩子到万生园去看狮子和老虎，父亲总一人到植物园去。我不懂植物有什么好看，那次他从百花山回来，把采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叶叶都用极小极整齐的白纸条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张橡皮纸上，下面注明什么科植物什么名字，中文下面是拉丁文。多年后我又看到过那些标本，父亲做标本的时候，我自始至终一直站在旁边仔仔细细地看着，
佩服父亲干活利索，剪下的小白纸条那么整齐，写的字那么好看，而且从不写错。每张橡皮纸上都蒙上一张透明的薄纸，积成厚厚的一大叠，就用一对木夹子上下夹住，使劲用脚踩扁，用绳子紧紧捆住。这几捆标本带到无锡，带到上海，又带到苏州。后来有一次家里出垃圾，给一个中学收买去做教材了。父亲有闲暇做植物标本，想必是在停职期间。雅思听智慧深。我家租住陈壁的房子，大院南边篱下有一排山核桃树。我那年捡核桃的时候，三姐对我说：“别捡了，咱们要回南了。”我不懂什么叫回南，姐姐跟我讲了，然后说父母的行李限得很严，核桃只能捡最完整的带几颗。我着急地说：“那么我的泥壳子呢？”姐姐说：“泥壳子南边没用，南边没有黄土。”我在箱子间的外间屋里看见几只整理了一半的网篮，便偷偷撒了2把核桃进去。后来那些核桃都不知去向了。从不出游的母亲游了颐和园、香山等名胜，还买了好些北京的名药，如紫金锭、梅花点舌丹之类，捐制的宫花等等，准备带回南方送人的。据我国近代史料，许世英受贿被捕，在1917年5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银行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他绝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议。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1917年到1919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1919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1919年秋季，我上初小3年级，忽有一天清早，我跟着父母一家人回南了，路上碰见一个并不要好的同学，我恨不能叫他给我捎句话给同学，说我回南了，心上很怅然。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有个亲戚末了1分钟赶到，从车窗里送进1盒包很甜的玫瑰香，可见我们离开北京已是秋天了。在家里，我们只觉得母亲是万能的，可是到了火车上，母亲晕车呕吐，弱得可怜。父亲却镇定从容地照看着一家大小和许多行李。我自以为第一次坐火车，其实我在北京出生不久就已回到上海，然后我家迁居苏州，又迁居杭州，又回到北京，这次又回南，父亲已经富有旅行的经验了。几年前我家在上海的时候，大姐二姐都在上海启明女校上学，她们寄宿学校，只暑假回家。1917年张勋复辟，北京乱糟糟的，2个姐姐没能够到北京，只好回到无锡老家去过了一个暑假。姐妹俩想家想得厉害，二姐回校不久得了腹伤寒，住在医院里。当时天津大水，火车不通，母亲得知二姐生病，忙乘轮船赶到上海。二姐目光已经失散，看不清母亲的脸，只拉着母亲的手哭。她不久去世，还不到15岁。二姐是我们姊妹里最聪明的一个，我父母失去了她是一生中的大伤心事。我母亲随即带着大姐同回北京。1919年我家离北京南归，我只大姐和三姐了，下面却添了2个弟弟和我的7妹。我家由北京到天津住了1-2天客栈，搭新明轮船到上海。
我父亲亲自抱着七妹，护着一家人，押着大堆行李上船下船。我记得父母吩咐，上海码头乱得很，老小要听话。我们很有秩序地下了轮船，又上拖船。拖船是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一只火轮船可以拖带一大串的小船。我们家预先包好了一只拖船，行李堆在后舱，一家人都坐在前舱。晚上把左右两边座位中间的空处搭上木板，就合成一只大床。三姐着急说：“我的脚往哪儿垂呀？”父亲说他好讲究，脚还得往下垂吗？大家都笑。我们孩子觉得全家睡一只大床很好玩。我父母亲在无锡预先租下房子，不挤到老家去住。那宅房子的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过了桥才是后门。我可以不出家门，而站在桥上看来往的船只，觉得新奇得很。我父母却对这宅房子不满意，只是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我还是小孩子，不懂得人生疾苦。我父亲正当壮年，也没估计到自己会病得几乎不起。据说租住那所房子的几个住户都得了很重的伤寒症，很可能河水有问题。我父亲不久就病倒了。他地道是那个时期的留学生，只信西医不信中医。无锡只有一个西医是外国人，他每次来就抽一点血，拿一点大便送往上海化验，要1个星期才有结果。检查2次查不出病因，病人几星期发高烧，神识都昏迷了。我母亲自作主张，请了一位有名的中医来，一把脉就说伤寒。西医又过了1个星期才诊断是伤寒，父亲已经发烧的只说荤话了。他开始说的荤话还是笑话。他看见我母亲提了玻璃泥壶出去，就说瞧瞧，他算做了女官了，提着一口印上任去了。可是荤话渐渐变为鬼话，说满床都是鬼。家里佣人私下说不好了，老爷当了城隍老爷了，成日成夜在判案子呢。我记得有一夜已经很晚了，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我母亲流着泪求那位名医处方，他摇头断然拒绝。医生不肯处方，就是病人全没指望了。我父亲的老友华师傅先生也是有名的中医，当晚也来看过。他答应母亲的要求，死马当活马医，开了一个药方。那是最危急的一夜，我父亲居然挣扎过来。我母亲始终把华师傅先生看作救命恩人，西医却认为我父亲自己体力好，在转换期战胜了病魔。不过无论中医西医，都归功于我母亲的护理。那年大除夕，我父亲髌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慢慢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子上垫着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的和我们同吃了年夜饭。父亲病情最危急的那一晚，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慨叹说：“哎，要紧人呀！要紧人就是养家人。我们好大一家人全靠父亲抚养。我叔叔在美国学统计，学成回国，和订婚多年的婶婶结婚，在审计院工作，不久肺病去世，遗下7女各一。我老家就添了我1位寡婶和1个堂妹。我们小家庭里父母子女就有8口人。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作。我父亲满以为回南可以另找工作，没想到生了那么一场重病。当时的社会，病人哪有公费医疗呢？连日常生活的薪水都没个着落呀。我父亲病中经常得到好友陈光甫先生和杨廷栋先生的资助，他们并不住在无锡，可是常来看望。父亲病中见了他们便高兴谈笑，他们气候往往病又加重。我虽是孩子，
经常听到父母谈到他们，也觉得对他们感激。近代史所调查的问题之一是问到杨廷栋的后人是谁。惭愧得很，我虽然常常听到杨易之的名字，却从未见过面，更不知他的后人。我实在很想见到他们，表达我们的感激。回忆我的父亲4，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我父亲病后就到上海申报馆当主笔。那时候我已经和三姐跟随大姐同住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仍在无锡。我们那个小家1920年秋搬到上海，租居2上2下一宅弄堂房子。暑假里有一天，我父亲的老友接我们到他家去玩。那位朋友就是和我父亲同窗的稳健派，后来参与了和日本人定21条的张宗祥。我父母讲到21条的时候，总把这位同窗称为嘴巴。据我猜想，大概认为他不是主脑，只起了嘴巴的作用。我记得父亲有一次和我讲到这件事儿，愤愤地说，他们7777的只瞒我一个，打量我都不知道吗？我想嘴巴是不愿听我父亲的劝阻或责备吧。我们家最初到北京和他们家好像来往较多，以后就很疏远了。我只记得在上海只到他们家去过一次，以后只我二姑母带7妹妹去了一次，父母亲没再去过。他们是用汽车来接我们一家的，父亲母亲带了2、3个女儿同去。我还是个小土包子，没坐过汽车。车穿过闹市，开进一个幽静的地区，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只听得一声声悠长的知了知了。进门就看见大片的绿草地，疏疏落落的大树，中间一座洋房，显得矮而小。其实房子并不小，只因为四周的园地很大，衬得房子很小。我看见他们家的女儿在树荫下的草坪上玩，觉得他们真舒服。我父亲平时从不带孩子出去拜访人，只偶尔例外带我。我觉得有些人家尽管比我们家讲究得多，都不如这一家的气派。那天回家后，大姐盛称他们家的地毯多厚，沙发多软。父亲意味深长地慨叹一声说，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可是这句话我父亲在不同的场合经常反复说，尽管语气不同，表情不同，我知道他指的总是同一回事儿。父亲藏有这位朋友的一张照片，每次看了总点头慨叹说，绝顶聪明人，眼下无限惋惜。到如今，我看到好些聪明人为了追求生活的享受或个人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也不顾国家的体面，就常想到我父亲对这位老友的感慨和惋惜。我父亲病后身体渐渐复原，在申报馆当副主编的同时，又重操律师就业。他承认自己喜欢说偏激的话，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2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他不能做医生，只好当律师。他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定居苏州。我们家随即又迁到苏州，可是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做律师也得有个事务所。我母亲说，我家历年付的房租足以自己盖一所房子了。可是我父亲自从在北京买了一辆马车，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有了财产从此多事矣。他反对置买家产。可是有些事儿不由自主，我家急需房子，恰恰有一所破旧的大房子要出卖。那还是明朝房子，都快塌了。有一间很高大的厅也已经歪斜，当地人称义文厅。据说魏忠贤当权的时候，有人奏称武城造反，苏州城是其中的一个。有个徐大老爷把武城改为武仁，张附武仁墓碑记上并没有武城改武仁之说，也没见徐大老爷的名字。张简题的安徐堂匾上有这位徐大老爷的官衔和姓名，可惜我忘了。
艺文厅是苏州人感激这位徐大老爷为他建造的，艺人艺文钱，请客募足了款子，所以称为艺文厅。我自从家里迁居苏州，就在当地的振华女中上学，寄宿在校，周末回家，只见过那一大片住满了人的破房子，全宅住有20-30家，有平房也有楼房，有的人家住得较宽敞，房子也较好。最糟的是艺文厅，又漏雨又黑暗，全厅分隔成3排，每排有一个小小的过道和3间房，每间还有楼上楼下，总共就是18间小房子，真的是一个地道的贫民窟。挑担的小贩常说，我们挑担子的进了这个宅子，可以赚上好半天呢。我父亲不精明，买下了这宅没人要的破房子，修葺一部分，拆掉许多小破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树，一面直说从此多事矣。据他告诉我，买房子花掉了他一笔人寿保险费，修建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因为买房以后祖母去世，大伯母一家基本能自立，无锡老家的负担已逐渐减轻，房子费了2年左右才修建完毕。我常挂念原先的20-30户人家到哪里去了。最近有个亲戚偶来看我，说他去看了我们苏州的房子，现在里面住了50来户。我大为惊诧，因为许多小破房子全都拆了，哪来那么多房间呢？不过小房子既能拆掉，也能一间间再搭上，一条宽走廊就能隔成几间房呢。许多小户合成一个大宅，一个大宅又分成许多小户，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事。我父亲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儿，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一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能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以我父亲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我现在常想，靠了家产不图上进的大少爷，即使还有也不多了，可是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而不求上进的却又那么多。吃家当是不行了，可是吃国家的财产却有多种方式。我父亲知道了，又将如何感慨呢？我在中学的时候听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2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那2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我弟弟在上海同济读书的时候，带了一个同学到我家来，我听弟弟转述那人的议论，很像共产主义的进步思想。我父亲说那孩子是有志气的，但妙的是弟弟忽然私下对我说，你觉得吗？咱们爸爸很腐朽。我断定这是他那位朋友的话，因为他称我弟弟为安徐堂的少爷。在他眼里，我父亲是一个大律师，住一宅宽朗大院的大宅子，当然是腐朽的资产阶级了。我没有扳嘴，只觉得很滑稽，因为腐朽的爸爸有一套言论和共产主义的口号很相近，我经常怀疑是否耦合。例如我父亲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食，这和不劳动者不得食不是很相近吗？我们搬入新居，只是房主自己住的一套较好的房子略加修葺，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到处都是鼻涕虫和蜘蛛。阴湿的院子里要搬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地爬满了鼻涕虫。父亲要孩子们干活，悬下赏格，鼻涕虫1个铜板1个，小蜘蛛1个铜板3个，大蜘蛛3个铜板1个。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我周末回家，发现弟弟妹妹连因病休学在家的3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100条鼻涕虫硬要1块钱。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不好啦，你把老小教育的唯利是图了。可是物质刺激很有效，
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了。母亲对唯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钱都存在他手里，10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就像我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因为我们不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母亲要。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带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我父亲不喜欢自称穷人，他经常来往的几个朋友，一是老人，一是苦人，一是盲人，一是父亲自称的穷人。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听来，总觉得穷人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性的自诩，仿佛是说我是穷人，可是不羡慕你们富人。所谓穷，无非指不置家产，自食其力。不过我父亲似乎没有什么计较到当时社会上自食其力是没有保障的，不仅病不起，老不得，也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干自己喜爱或专长的事儿。我父亲不爱做律师，他当初学法律，而不是为了做律师。律师的光荣任务是保卫孤弱者的权益，可是父亲只说是帮人吵架。民事诉讼10之8九是为争夺财产，便是婚姻问题，底子里10之8九还是为了财产。我父亲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当起法官来，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成了当事人。一次有老友介绍来一个30来岁的人，要求我父亲设法对付他异母庶出的小妹妹，不让他承袭遗产。那妹妹还在中学读书，我记得父亲怒冲冲地告诉母亲说，那么个又高又大的大男人有脸说出这种话来，要帮着欺负那个小妹妹也容易，或者可以拒不受理这种案件。可是我父亲硬把那人训了一顿，指出他不能胜诉，结果父亲主持了他们分家。有时候我父亲为当事人气愤不平，自己成了当事人，躺在床上还撇不开。他每一张状子都自己动笔，悉心策划，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胜诉。如果自己这一方有弱点，就和对方律师劝双方和解。父亲常说，女太太最奇怪，打赢了官司或者和解的称心，就好像全是辩护律师的恩惠。父亲认为那不过是按理应得的解决罢了。有许多委任他做辩护律师的当事人，事后就像我家的亲戚朋友一样，经常来往。有2个年轻太太曾一片至诚地对我母亲叩头表示感谢，多年后还对我们姊妹像姊妹一样。有些事不论报酬多高，我父亲绝不受理。我记得那时候有个驻某国领事高英私贩烟土出国的大案件，那领事的亲信再三上门，父亲推说不受理刑事案，其实那是狂话。我祖母的丫头的儿子酒后自称八路总指挥，法院咬定他是共产党，父亲出尽力还是判了1年徒刑。我记得一次大热天，父亲为这事儿出庭回来，长衫汗湿了半截，里面的夏目短褂子汗湿地滴出水来。父亲已经开始患高血压症，我接过那件沉甸甸的湿衣，心上也同样的沉重。他有时到上海出庭，一次回来说又揽了一件刑事案，某银行保险库失窃。父亲说，明明是经理监守自盗，却冤枉2个管库的老师傅。那2人叹气说，我们哪有钱请大律师呢？父亲自告奋勇为他们义务辩护。我听侦探小说似的听他向我母亲分析案情，觉得真是一篇小说的材料。可惜我到清华上学了，不知事情是怎样了局的。那时苏州的法院贿赂公行，有的律师公然索取运动费，2支雪茄就是200元，1记耳光就是500元，
如果当事人没钱，可以等打赢了官司大家分肥，这叫做树上开花。有个诗酒糊涂的法官开庭，带着一把小茶壶，壶里是酒。父亲的好友盲人也是律师，我记得他们经过仔细商量，合写了一个呈文给当时的司法总长。这些时，地方法院调来一个新院长，有人说这人在美国坐过牢。父亲说，坐牢的也许是政治犯、爱国志士，可是经调查证实，那人是伪造支票而犯罪的。我记得父亲长叹一声，没话可说。在贪污腐败的势力面前，我父亲始终是个失败者。他有时伏案不是为当事人写状子，我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母亲说，我今天放了一个屁，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毒的大臭屁。过一两天，母亲就用大剪子从申报或时报上剪下这个屁，我只看到一个平字，上面或许还有一个十字吧。父亲很明显的不喜欢我们看，所以我从没敢偷读过。母亲把剪下的纸粘成长条，卷成一大卷，放在父亲案头的红木大笔筒里。日寇占领苏州以后，我们回家，案上的大笔筒都没有了，那些评或许有老谱的签名，可是我还无缘到旧报纸上去查看。回忆我的父亲。5. 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不乖，父亲只会叫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钟叔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咽口。我11岁的暑假在上海，看见路上牵着草绳，绳上挂满了纸做的小衣小裤，听人家说今天是盂兰盆会放咽口，我大惊小怪，回家告诉父母，惹得他们都笑了。可是放咽口还是我家常用的词儿，不论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咽口。我家孩子多，母亲好像从没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唱的儿歌都是母亲教的，可是她很少时间陪我们玩。我记得自己4、5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小木碗里剥了一堆的瓜子仁，拉住母亲求她真的吃，因为往常她只做个姿势假吃，那一次她真的吃了。我到今忘不了当时的惊喜和得意，料想她是看了我那一脸的快活而为我吃尽的。我6岁的冬天，有一次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哎呀，阿季的新棉裤还没拿出来。她叫人点上个洋灯，穿过后院到箱子间去开箱子。我在温暖的屋里背灯站着，几乎要哭，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番滋味。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100分，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100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4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我某字的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寇则大名，小寇则小名。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的书桌上，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我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都是我喜爱的。对有些事儿，父亲却严厉得很。我16岁正念高中，那时北伐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
多一条板凳，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讲。我也被推选去宣传，可是我16岁看来只像14岁，一着急就涨红了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准会看猴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听。学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一口拒绝，他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我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啊。父亲说该服从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我能说自己的脸皮比别人薄吗？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父亲在欢迎名字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也只好罢了。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这位便帅，他说名与气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的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补堂声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亲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 Dare to say no， 你敢吗？我苦着脸说敢，可惜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丑罢了。所以我到校实在说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成为岂有此理。同学向校长告状，校长传我去狠狠训斥了一顿，我还是不肯，没去宣传。被推选的其他3人比我年长些，也老练些，他们才宣传了半天，就有个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大家欣赏，接他们第2天到留园去宣传，实际上是请他们去游园吃饭。校长事后知道了，大吃一惊，不许他们再出去宣传。我的岂有此理也就变成了很有道理。我父亲爱读诗，最爱杜甫诗，他过意时会对我说，我又从头到底读了一遍。可是他不作诗。我记得他有一次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谁都作诗，连某某都在作诗呢。父亲钻研的是音韵学，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我常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抗战时期，我和钟书有时住在父亲那边，父亲忽发现钟书读字典，大乐，对我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其实钟书读的不是一个个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亲得意，我就没有分辨。有时候父亲教我什么合口呼、嘬口呼，我不感兴趣。父亲说我喜欢词章之学，从不强我学他的一套。每晚临睡，他朗声读诗，我常站在他身边，看着他的书旁听。自从我家迁居苏州，我就在苏州上学，多半时候住校，中间也有2-3年走读。我记忆里或心理上好像经常在父母身边，一回家就像小狗跟主人似的跟着父亲或母亲。我母亲管着全家里里外的杂事儿，佣人经常从前院后院找太太，她总有什么事儿在某处绊住了脚。她难得有闲静静地坐在屋里做一回针线，然后从割针线活的藤匾里拿出一卷缀白球，边看边笑，消遣一会儿。他的卧房和父亲的卧房相连，2只大床中间隔着一个永远不关的小门。他床头有父亲特为他买的大字抄本80回石头记，床角还放着一只台灯。他每晚临睡爱看石头记或聊斋等小说，他也看过好些新小说。一次他看了几页
绿怡女士的绿天。她说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我说她就是苏梅呀，很佩服母亲怎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苏梅的调。我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他除非有课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冲稿纸用。我常捡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每晨早饭后，我给父亲泡一碗艳艳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我专司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我专司剥壳。中午饭后放宴口完毕，我们小鬼往往一哄而散，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我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我常陪在旁边看书，冬天只我父亲屋里生个火炉，我们大家用微炭节子的手炉和脚炉，火炉里过一时就要添煤，我倒是轻轻加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佩服我能加煤不出声。有一次寒假里，父亲歇午，我在火炉边偷烤一大块年糕，一不小心火夹子掉在炉盘里，年糕掉在火炉里，乒乒乓乓闹得好响。我们闯了祸不顾后果，一溜烟都跑了。过些时候偷偷回来张望，父亲没事人似的坐在工作。我们满处找那块年糕不见，却不敢问，因为刚刚饭后远不到吃点心的时候呢。父亲在忍笑，却虎着脸，年糕原来给扔在自制楼里了。母亲知道了，准会怪我们闹爸爸，可是父亲并没有戳穿我们干的坏事儿，他有时还帮我们淘气呢。记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鱼缸里的水几乎连底儿冻了，一只只半埋在泥里的金鱼缸旁边都堆积着凿下的冰块。我们就想做冰淇淋，和父亲商量，因为母亲肯定不赞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亲说，你们自己会做就做去。我家有一只旧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帮着做，所以也会，只是没有材料。我们胡乱偷些东西放了半桶，在旱船南廊的太阳里摇了半天，木桶里的冰块总也不化，铁桶里的冰淇淋总也不凝，白赔了许多盐。我们只好向父亲求主意。父亲说有3个办法，一是冰上淋一勺开水，二是到厨房的灶仓里去做，那就瞒不过母亲了，三是到父亲房间里的火炉边摇去。我们采用了第3个办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不好。父亲助兴尝了一点点，母亲事后知道也就没说什么。有一次我们听父亲讲叫花子偷了鸡怎么做叫花鸡，我和弟弟妹妹就偷了一个鸡蛋，又在冻冰的咸菜缸里偷些菜叶裹上，涂了泥做成一个叫花蛋。这个泥蛋我们不敢在火炉子里头烤，又不敢在厨房大灶的火灰里烤，只好在后院冒着冷风捡些枯枝生个火，把蛋放在火里烤。我们给烟熏出来的眼泪显些冻冰。叫花蛋倒是大成功，有腌菜香，可惜一个蛋4人分吃，1口2口就吃光了。吃完之后悔没让父母亲分尝。我父亲晚年常失眠，我们夏天为他把帐子里的蚊子捉尽。从前有一种捕蚊灯，只要一凑上，蚊子就吸进去烧死了。那时我最小的妹妹杨碧已有8、9岁，她和我7妹2个是捉蚊子的先锋，我是幕后把关的。侏罗帐的蚊帐看不清蚊子在里在外，尤其那种半透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扫，把帐子里的五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几遍，保证帐子里没一只蚊子。家里孩子逐渐长大，就不觉热闹而渐趋冷清。我大姐在上海启明教书，她是校长母母修女宠爱的高祖，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课。我3姐最美而身体最弱，结婚较早，在上海居住。
我和2个弟弟和7妹挨次只差1岁半，最小的8妹小我11岁，他们好像都比我小得多。我已经不贪玩，而贪看书了。父亲一次问我：阿季，3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1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我说1星期都白活了。父亲笑说：我也这样。我觉得自己生做父亲的朋友了。暑假里乘凉的时候，门房每天给我送进几封信来。父亲一次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他常吟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书。我忽然发现我的父亲老了，虽然常有朋友来往，我觉得他很疲劳，也很寂寞。父亲50岁以后一次对我说：阿季，你说一个人有退休的时候吗？我现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亲自觉体力渐渐不支，他的血压在升高，降压灵之类的药当然只是神话。父亲又不信中药，血压高了就无法叫他下降。他所谓退休，无非减少些工作，加添些娱乐。每日黄昏和朋友出去买点旧书、古董或小玩意儿。每次买了好板子的旧书，自己把蜷曲或残破的书角补好，叫我用虚的白丝线双线重定。他爱整齐，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字也不许外露。父亲的小玩意儿玩腻了，就收在一只红木笔盒里。我常去翻弄。我说：爸爸，这又打入冷宫了吧，给我吧。我得的玩意儿最多，小弟弟有点羡慕，就建议放堰口，大家就各有所得。父亲曾花一笔钱去买一整套古钱，每一种都有配旧的垫子和红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亲病了，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钱一盒盒的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称。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铲刀钱、胯子钱之类。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样能替掉父亲的心力。MP3 我做主，进雅思听 Just。 我考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刚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我就就近考入了东吴大学。上了1年，大学得分科，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低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100分，却都平均发展，并无特长。我在融洽而忧郁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喜欢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只怕父亲是纵容我，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我上的那个大学没有文学系，较好的是法律科和政治系。我选读法律，打算做我父亲的帮手，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了经验可以写小说。我父亲虽说随我自己选择，却竭力反对我学法律。他自己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坚决不要我做帮手，况且我能帮他干什么呢？我想父亲准看透我不配，也不能当女律师，我就改入政治系。我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功课敷衍过去，课余只在图书馆胡乱看书，渐渐了解最喜爱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尽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喟叹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
有志无成。那时候的社会风尚把留学看得很重，好比宝塔结顶，不出国留学就是功亏一篑。这种风尚好像现在又恢复了。父亲有时跟我讲，某某亲友自费送孩子出国，全力以赴，供不应求，好比孩子给墙头掳去做了人质，由人勒索，因为做父母的总舍不得孩子在国外穷困。父亲常说，只有咱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外国人不懂什么清贫，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要赚外国人的钱，得受尽他们的屈辱。我暗想，这又是父亲的偏见，难道只许有钱人出国？父亲自己不就是穷学生吗？也许是他自己的经验或亲眼目睹的情况吧。孩子留学等于做人质的说法，只道出父母竭力供应的苦心罢了。我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我请得美国维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据章程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2倍于学费的钱做假期间的费用和日常的零用。但是那位校长告诉我，用不了那么多。我父母说，我如果愿意可以去，可是我有2个原因不愿去，一是记起做人质的话，不忍添我父亲的负担；二是我对留学自有一套看法，我系里的老师个个都是留学生，而且都有学位，我不觉得一个洋学位有什么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国去读政治学，宁可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我告诉父母亲，我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我考上了，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可是我离家1学期就想家想得厉害，每个寒假暑假都回家。第一个暑假回去，高兴热闹之后清静下来，父亲和我对坐的时候说，阿季，爸爸新近闹了个笑话。我一听口气不像笑话，原来父亲一次出庭忽然说不出话了。全院静静地等着等着，他只是开不出口，只好延期开庭。这不是小小的中风吗？我只觉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将哭未哭的模样，忙用2手捂住脸，也说不出话，只怕一出声会掉下泪来。我只自信放弃了美国的奖学金，没有出国。进回山搬了许多大字典给我看，印地文的、缅甸文的、印尼文的。父亲大约是要把邻近民族的文字和我国文字，尤其少数民族的文字相比较。他说他都能识字了。我说学这些天书顶费脑筋。父亲说一点不费心，其实自己觉得不费心，费了心自己也不知道。母亲就那么说。我父亲忙的时候状字多，书记来了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公楷录写，而且不许抄错一个字。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心上越紧张，错字越多，只好想出种种办法来弥补。我不能方方正正地贴补一块，只好把纸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小块。看来好像是撞纸的毛病，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己的眼睛。父亲看了我抄的状字就要冒火发怒，我就急得流泪，这也是先发制人，父亲就不好再责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我说爸爸要火冒的，父亲说谁叫你抄错，我说没法不错。妇女叫我交了卷躲到后院去，我往往在后院躲了好一会儿回屋，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见了我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父亲那次出庭不能开口之后，就结束了他的律师事务。他说还有一个案子未了，叫我代笔写个状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写成稿子。父亲的火气已经消尽，我准备他火冒，他却一句话没说，只动笔改了几个字，就交给书记抄写。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亲的帮手。
我父亲当律师，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据他告诉我，该得的公费1/3是赖掉了。父亲说也好，那种人将来打官司的事儿还多着呢，一次赖了我的，下次就不敢上门了。我觉得这是酸葡萄论，而且父亲也太低估了那种人的老面皮。我有个小学同班，经我大姐介绍，委任我父亲帮他上诉争遗产。他赢了官司，得到1000多亩良田，立即从一个穷学生变为阔小姐，可是他没出1文钱的公费。20年后抗战期间，我又碰见他，他通过我又请教我父亲一个法律问题。我父亲以君子之心夺人，以为他从前年纪小不懂事儿，以后觉得惭愧，所以借端又来请教，也许这番该送些谢仪了。他果然送了，他把我拉到他家，请我吃一碗5个汤圆，我不爱吃，他殷勤相劝，硬逼我吃下2个，那就是他送我父亲的酬劳。我常奇怪，为什么有人得了我父亲的帮助，感激地向我母亲叩头，终身不忘？为什么有人有我父亲的帮助，得了1000多亩好田，20年后居然没忘记他所得的便宜？不过我父亲老病穷困，还来剥削他的脑力，然后用2个汤团来表达他的谢意。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竟这样大？我们无锡人称马大哈为哈鼓鼓，称化整为零式的花钱为摘狗干。我父亲笑说自己哈鼓鼓，又爱摘狗干。假如他精明些，贪狠些，至少能减少2/3的消耗，增添1/3的收入。但是他只做总结，并无悔改之意。他只管偷功夫，钻研自己喜爱的学问。我家的人口已大为减少。1930年，我的大弟17岁，肺病转脑膜炎去世。我家有2位脾气怪癖的姑太太，我的2姑母和3姑母，他们先后搬入自己的住宅。小弟弟在上海同济上学，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肄业。1935年中书考取英庚款赴英留学，我不等毕业，打算结了婚一同出国。那一年我只有1门功课需大考，和老师商量后也用论文代替，我就提早1个月回家。我立即收拾行李动身，不及写信通知家里，我带回的箱子铺盖都得结票。火车到苏州略过5时，但还要等货车卸下行李领取后才雇车回家，到家已是3点左右。我把行李撇在门口，如飞地冲入父亲屋里。父亲像在等待，他了一声，一掀帐子下床说：“可不是来了。”他说午睡刚合眼，忽觉我回家了，听听却没有声息，以为在母亲房里呢。我跑去一看，并无一人，想是怕搅扰他午睡，躲到母亲做活的房间里去了。跑到那里，只见我母亲一人在做活。父亲说：“阿季呢？”母亲说：“哪来的阿季？”父亲说：“他不是回来了吗？”母亲说：“这会子怎会回来？”父亲又回去午睡，左睡右睡，睡不着。父亲得意说：“真有心血来潮这回事儿。”我笑说：“一下火车，心已经飞回家来了。”父亲说：“曾母孽止，曾子心痛，我现在相信了。”父亲说那是第6诀，有科学根据。我出国前乘火车从无锡出发，经过苏州，火车停在月台旁，我忽然泪下不能抑制。父亲又该说是第6诀了吧？感觉到父母正在找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车跑回家去再见他们一面。有个迷信的说法，那是预兆，因为我从此没能再见到母亲。回忆我的父亲。6，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有一次我旁观父母亲说笑着互相推让，他们的话不知是怎么引起的。我只听见母亲说：“我死在你头里。”父亲说：“我死在你头里。”我母亲后来想了一想，当仁不让地说：“还是让你死在我头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当时他们好像2人说定就可以算数的，我在一旁听着也默然无动，好像那还是很遥远的事儿。
日寇第一次空袭苏州，一架日机只顾在我们大厅上空盘旋，大概因为比一般民房高大，怀疑是什么机构的建筑。那时候法币不断跌价，父母亲就把银行存款结成外汇，应弟弟的要求打发去出国学医。七妹在国专上学，也学国画。她刚在上海结婚，家里只有父母亲和大姐姐小妹妹，他们扶着母亲从前院躲到后院，从后院又躲到前院。小妹妹回来告诉我说，真奇怪，害怕了会泻肚子，他们都泻肚子，什么也吃不下。第二天，我父母亲带着大姐姐小妹妹和2个姑母逃避到香山一个曾委任我父亲为辩护律师的当事人家里去。深秋天，我母亲得了恶性疟疾，不同一般的疟疾，高烧不退。苏州失陷后，香山那一带准备抗战，我父母借住的房子前面挖了战壕，那宅房子正在炮火线里，临近人家已经逃避一空。母亲病危，奄奄一息，父亲和大姐打算守着病人同归于尽。小妹妹才15岁，父亲叫她跟着2个姑母逃难，可是小妹妹怎么也不肯离开，所以她也留下来了。香山失陷的前夕，我母亲去世，父亲事先用几担白米换得1具棺材。第二天，父女3个把母亲入殓，找人在蒙蒙阴雨中把棺材送到借来的坟地上。那边我国军队正在撤退，母亲的棺材在兵队中穿行。当天想尽办法，请人在棺材外边砌了一座小屋，吸在坟地上。据大姐讲，我父亲在荒野里失声痛哭，又在棺木上、瓦上、砖上、周围的树木上、地下的砖头石块上，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写满自己的名字，这就算连天冰火中留下的一线联系，免得抛下了母亲找不回来。然后他不得不舍下40年患难与共的老伴儿，带着2个女儿到别处逃生。他们东逃西逃，有的地方是强盗土匪的世界，有的已被敌军占领，无处安身，只好冒险又逃回苏州。苏州已是一座死城，街上还有死尸，家里却灯火通明，很热闹。我大姐姐说，看房子的2人正伙同他们的乡亲各取所需呢。主人回来出于意外，想必不受欢迎，那时家里有存米可吃白饭。看房子的2人有时白天出去，似敌军抢劫后时些劫语。一次某酱园被劫，他们就提回了1桶酱菜，一家人下饭吃。日本兵每日黄昏吹号归队以后，就挨户找花姑娘。姐姐和妹妹在乡下的时候已经剃了光头，改成男装，家里还有一个跟着逃难的女佣。每天往往是吃晚饭的时候，日本兵就接二连三来打门，父亲会日语，单独到门口应付，姐姐和妹妹就躲入柴堆，连饭碗筷子一起藏起来，那女佣也一起躲藏。她越害怕呼吸越重，声如打鼾。大姐说，假如敌人进屋，准把他们从柴堆里拉出来。那时苏州成立了维持会，原为我父亲抄写状子的一个书记在里面谋得了小小的差事，父亲由他设法传递了一个消息给上海的3姐。3姐和姐夫由一位企业界知名人士的帮助，把父亲和大姐姐小妹妹接到上海。3人由苏州逃出，只有随身的破衣服和一个小小的手巾包。1938年10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恢复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诗经，聊当消遣。不过他挂心的还是母亲的棺材还未安葬，他拿定棺材的地方只他一个人记得，别人谁也找不到。那时候乡间很不安宁，有一种盗匪专掳人勒赎，称为劫财神。父亲买得灵岩山秀谷公墓的一块墓地，便到香山去找我母亲的棺材。
有一位曾对我母亲磕头的当事人特到上海来接我父亲到苏州，然后由他家人陪我父亲挤上公共汽车下乡。父亲摘掉眼镜，穿上一件破棉袍，戴上一顶破毡帽。事后所陪去的人笑着说，化妆的一点都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识分子，而且像个大知识分子。父亲完成了任务，平安回来，母亲的棺材已送到公墓的礼堂去上漆了。1939年秋，我弟弟回国，父亲带了我们姐妹和弟弟同回苏州。我二姑母买的住宅贴近我家后园，有小门可通。我们到苏州，因火车误点，天已经很晚。我们免得二姑母为我们备晚饭，路过一家菜馆，想进去吃点东西，可是已过营业时间。店家却认识我们，说我家以前请客办酒席都是他们店里应承的，殷勤招待我们上楼。我们虽然是老主顾，却从未亲身上过那家馆子。我们胡乱各吃一碗面条，不胜今昔之感。我们在二姑母家过了一宿，天微亮就由他家小门到我家后园，后园已经完全改了样。钟叔那时在昆明，他在昆明曾记我昆明舍馆7绝4首，第3首苦爱君家好相访，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复旧房。他当时还没见到我们节后的家。我家房子刚修建完毕，母亲应我的要求，在大杏树下竖起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悬着2个秋千，旁边还有个大木架。可是大木用的木材太虚，下圆上平，铁箍铁链又太笨重，只可充小孩的荡船用。我常常坐在大木上看书，或躺在木上，眼看天淡云闲。春天闭上眼，只听见四周蜜蜂嗡嗡，睁眼能看到花草间蝴蝶乱飞。杏子熟了，阶下等着吃樱桃、枇杷、桃子、石榴等；橙子黄了，橘子正绿。钟叔吃过我母亲做的橘皮果酱，我还叫他等着吃熟透的脱核的杏，等着吃树上现摘的桃。可是想不到父亲天种的20棵桃树全都没了，因为那片地曾选作邻近人家共用的防空洞，平了地却未及挖空。秋千、大木架子已都不知去向，玉兰、紫薇、海棠等花树多年未经修剪，都变得不成模样。篱边的玫瑰、蔷薇都干死了，紫藤架也歪斜了，山石旁边的芭蕉也不见了。记得有一年，3棵大芭蕉各开一朵甘露花，据说吃了甘露可以长寿。我们几个孩子每天清晨爬上香梯，去摘那一夜含有甘露的花瓣，献给母亲进补。因为母亲肯应酬我们，父亲却不屑吃那一滴甜汁。我家原有许多好品种的金鱼，幸亏也及早送人了。干涸的金鱼缸里都是落叶和尘土。我父亲得意的一方方竹已经枯脆，一部分已变成圆竹，反正绿树也已失去绿意，朱栏也无复朱颜。汉传廊下的琴桌和戏瓷古凳亦无遗留，里面的摆设也全都没有了。我们从荒芜的后院穿过跃动门，穿过梧桐树大院，转入内室。每间屋里满地都是凌乱的衣物，深可莫惜，所有的抽屉都抽出原位，颠横倒竖，半埋在食物下。我把母亲房里的抽屉一一归纳原处，地下还捡出许多零星的东西，小银池、小宝石、小象牙梳子之类。母亲整理的一小网篮古瓷器，因为放在旧网篮里，居然平平安安躲在母亲床下。堆箱子的楼上一大箱古钱，居然也平平安安躺在箱子堆里，因为箱子是旧的，也没上锁。打开只看见一只只半旧的木盒，凡是上锁的箱子都由背后划开，里面全是空的。我们各处看了一遍，大件的家具还在，
陈设亦无留存。书房里的善书本丢了一部分，普通书多半还在。天黑之后全宅漆黑，据说电线年久失修，供电局已切断了电源。父亲看了这个劫后的家，舒了一口气说，幸亏母亲不在了，他只怕还想不开，看到这个破败的家不免伤心呢。我们在公墓的礼堂上看到的只是漆得乌光锃亮的棺材，我们姐妹只能隔着棺木抚摸，各用小手绢把棺上每一点灰尘都服侍干净。想不到棺材放入水泥坑，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里，随后就用水泥封上了。父亲对我说，水泥最好，因为打破了没有用处，别看石板结实，如逢乱世会给人撬走。这句话父亲大概没和别人讲。胜利前夕，我父亲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我们夫妇、我弟弟和小妹妹事后才从上海赶回苏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经管的。父亲的棺材放入母亲墓旁同样的水泥坑里，而上面盖的却是2块大石板，临时绝不能改用水泥。我没说什么，只深深的内疚。没有及早的把父亲的话告诉别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戏言，我死在你头里。父亲周密地安葬了我母亲，我们儿女却是漫不经心。多谢红卫兵已经把墓碑都砸了，但愿我的父母隐藏在灵岩山谷里早日化土，从此和山岩树木一起安静地随着地球运转。回忆我的父亲7。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自从我回国，父亲就租下2间房，和大姐姐、小妹妹同住。我有时住前家，有时住父亲那边。钟叔探亲回上海，也曾住在我父亲那边。3姐姐和7妹妹经常回娘家，父亲高兴说，现在反倒挤在一处了，不像在苏州一家人分散几处。我在前家住的时候，也几乎每天到父亲那里去转一下。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抗战末期日子更艰苦了，钟叔兼做补习老师，得了什么好吃的总先往父亲那儿送，因为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了。父亲常得意说，爱妻敬丈人。有时我们姊妹回家向父亲诉苦，爸爸肚子饿，因为虽然塞满了仍觉得空虚，父亲就带我们到邻近的锦江饭店去吃点心。其实我们可以请父亲吃，不用父亲再放咽口，不过他带了我们去，自己心上高兴，我们心里也都能饱上好多天。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特回苏州去卖掉了浦东版的旧书，把书款向我们放咽口，那是末一遭的放咽口。父亲在上海的朋友渐渐减少，有一次到公园散步回家说，谣传杨某眼睛瞎掉了。我吃惊问怎么会有这种谣言，原来父亲碰到一个新做了汉奸的熟人，没招呼他，那人生气，骂我父亲眼里无人。有一次我问父亲，某人为什么好久不来？父亲说他没脸来了，因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战的那几年，我父亲的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因为越是在艰苦中，越见到自己孩子对他的心意。他身边还有许多疼爱的孙儿女，父亲不许称外孙或外孙女，他说没什么内孙外孙，他也不爱外公之称。我的女儿是父亲偏宠的孙女之一，父亲教他称自己为公，而不许称外公。缺憾是母亲不在，而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劳累，有时碰到些事儿，父亲不在意，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在了。我们安葬了母亲之后，有同乡借住我家的房子，我们不收租，他们自己修葺房子，并接通电话。那位乡绅有好几房姨太太，上辈有老姨太，恰好把我们的房子住满。我父亲曾带了大姐和我到苏州故居去办手续。
晚上房主招待我们在他卧房里闲谈，那间房子以前是我的卧房，他的床恰恰设在我原先的床位上，电灯也在原处。吃饭间，我母亲设计制造的方桌、圆桌都在，桌子中间有一个可开可合的圆孔，下面可以放煤油炉，汤锅炖在炉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的高低，不突出碍手。我们的菜橱也还在原处，我们却从主人变成了客人，恍然如在梦中。这家搬走后，家里住进了军队，耗掉了不知多少度的电，我们家还不起，电源又切断了。胜利前夕，上海有遭到地毯轰炸的危险，小妹妹还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学，父亲把她托给我，他自己带着大姐和三姐的全家到苏州小住。自从中书沦陷在上海，父亲把他的震旦教科的钟点让给了中书，自己就专心著书。他曾高兴地对我说，我书题都想定了，就叫诗骚体韵，阿季传给你。他回苏州是带了所需的书走的。父亲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荡荡的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仪容，幔前有一张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艳艳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傻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地跑来，都只有在门槛可坐。开吊前，搭丧棚的人来缠结白布，大厅的柱子很宣，远不止一抱。缠结白布的人得从高梯上下来，把白布绕过柱子，再爬上梯去。这时我想起我结婚时缠结红绿彩绸也那么麻烦，联想起三姐结婚时的盛况，联想起新屋落成装修完毕那天，全厅油漆一新，陈设得很漂亮，厅上悬着3盏百枝光的扁圆大灯。父亲高兴，叫把全宅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灯都开亮。苏州供电有限，全宅亮了灯，所有的灯光立即减暗了。母亲说，快别害了人家，忙关掉一部分。我现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见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书案上的一根竹藤雕成的陈团老祖像，那是工艺品，面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给陈团刷头皮，我们都看熟了，绝不会看错。又有一次在这条路上另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租篆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我们忍不住在一家家珠宝店的橱窗里寻找那些玩物的伴侣，可是找到了又怎么样呢？我们家许多大铜佛给大弟奶妈家当金佛偷走，结果奶妈给强盗拷打火烫，以致病死，偷去的东西大多给抢掉，应了俗语所谓汤里来水里去。父亲留着一箱古钱，准备充小妹妹留学的费用，可是他并没有留学，日寇和家贼结余的古瓷、古钱和善本书籍，经过红卫兵的抄，一概散失，不留痕迹。财物的聚散，我也亲眼见到了。我父亲根本没有积累家产的观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挂念。我只伤心父亲答应传给我的诗骚体韵遍寻无着，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块的旧稿。我一遍比一遍找得仔细，咽下大量半足尘土的眼泪，只找出旧日记一捆。我想从最新的日记本上找些线索。只见父亲还在上海的时候，记着阿某来馈某某。我以为他从不知道我们送了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只悄悄地给父亲装在瓶儿罐里，从来不说。我惊诧地坐在乱书乱纸堆里发了好一会儿呆。我常希望梦见父亲，
可是我只梦见自己蹲在他的床头柜旁，检看里面的瓶瓶罐罐。我知道什么是他爱吃而不吃的，什么是不爱吃而不吃的。我又一次梦见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苏州，车站上跟在背后走，看着他长袍的一角在掀动。父亲的脸和那部诗骚体韵的稿子同样消失无踪了。我父亲在上海经常晤面的一位老友有挽词5首和赋诗1篇，我附在后面，因为读了他的赋诗，可约略知道诗骚体韵的内容。读他的挽词似乎惋惜我父亲的子女不孝，不能继承父学。他读了我的回信，更会叹恨我们子女无知，把父亲的遗稿都丢失了。赋诗中提到的世面、世孝等等小文一定还有，可是我连题目都不知道。父亲不但自己不提，而且显然不要我看，我也从未违反他没有明说的意思。诗骚体韵一书，父亲准是自己不满意而毁了，因为我记得他曾说过，他还想读什么什么书而不可得。假如他的著作已经腾清，他一定会写信告诉我。毁掉稿子当是在去世前不久，他给我的信上一字未提起他的书，我的2个姐姐都一无所知。父亲毁掉自己的著作，罪过还在我们子女。一个人精力有限，为子女的成长教育消耗太多，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我读了《堂吉诃德》，总觉得最伤心的是他临终清醒以后的话：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诺。我曾代替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诗骚体润的作者。我如今只能替我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你们的爸爸。我常和钟书研究，我父亲如果解放后还在人间，他会像盲人一样成为被统的开明人士呢，还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呢？父亲末一次离开上海的时候，曾对我卖弄他从商店的招牌上认识的俄文字母，并对我说：阿季，你看吧，战后的中国是俄文世界。我不知道他将怎样迎接战后的新中国，料想他准会骄傲得意。不过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大概是会被红卫兵打死的。我有时梦想中对父亲说：爸爸，假如你和我同样年龄，诗骚体韵准可以写成出版。但是我能看到父亲虎着脸说：我只求出版自己几部著作吗？像我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很普遍，却也并不少，所以我试图尽我的理解，写下有关我父亲的这一份资料。回忆我的姑母。1，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给我的信里说，令姑母殷于先生也是人们熟知的人物，我们也想了解他的生平。殷于先生在日寇陷苏州时骂敌遇害，但许多研究者只知道他在女师大事件中的作为，而不了解他晚节彪炳，这点是需要纠正的。如果您有意写补堂先生的传记，可一并写入其中。杨殷瑜是我的三姑母，我称三伯伯。我不大愿意回忆她，因为她很不喜欢我，我也很不喜欢她。她在女师大的作为以及骂敌遇害的事，我都不大知道。可是我听说某一部电影里有个杨殷瑜穿着高跟鞋，戴一副长耳环，这使我不禁哑然失笑，很想看看电影里这位姑母是何模样。认识她的人越来越少了，也许正因为我和她感情冷漠，我对她的了解倒比较客观，我且尽力追忆，试图为她留下一点比较真实的形象。我父亲兄弟姊妹共6人，大姑母最大，出嫁不久因肺疾去世。大姑父在武备学校因试炮失事去世。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国后肺疾去世。二姑母和三姑母都比我父亲小，出嫁后都和夫家断绝了关系，常年住在我家。
我听说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爱，他们认为二姑母、三姑母都丑，两个姑母显然从小没人疼爱，也没人理会，姐妹俩也不要好。的二姑父名裘建岑，是无锡小有才气的才子，翻译过麦考莱的《约翰生传》，这个译本钟书曾读过，说文笔很好。据我父亲讲，二姑母无声无息地和丈夫分离了，错在二姑母。我听姐姐说，二姑母嫌丈夫肺病，夫妇不和，反正二姑母对丈夫毫无感情，也没有孩子，分离后也无从烦恼。她的相貌却也不美。三姑母相貌和二姑母完全不像。我堂姐杨宝康曾和三姑母同在美国留学，合照过许多相片。我大姐也曾有几张三姑母的小照，可惜这些照片现在一张都没有了。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窝，牙齿也整齐。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虽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我曾注意到她是穿过耳朵的，不过耳垂上的针眼早已结死。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我听父亲闲话中讲起，祖母一次当着三姑母的面，拿着她的一张照片说：“瞧她鼻子向着天。”三姑母气呼呼地说：“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当时家里人传为笑谈。我觉得三姑母实在有理由和祖母生气，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当然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的底细。据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少爷老是吸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喇子。三姑母比我父亲小6岁，甲申年生，小名升官。她是我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有祖母之命定亲结婚的。我母亲在娘家听说过那位蒋家的少爷，曾向我祖母反对这门亲事，可是白挨了几句训斥。祖母看重蒋家的门户相当。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再到夫家去了。那位婆婆有名的厉害，先是抬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惧怕，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了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拍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那位傻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我推算她在蒋家的日子很短，因为她给婆婆揪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还在日本。1902年我父亲回国，在家乡同朋友一起创立了理化会，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参加学习。据说那是最早有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轿子，步行上学，开风气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经离开蒋家了，那时候她不过18周岁。三姑母由我父亲资助，在苏州景海女中上学。我亲戚家有一位小姐和她同学，那姑娘有点招三不招两，无锡土话称为开盖。她和蒋家是隔巷的街坊，可是不知道我三姑母和蒋家的关系，只管对她议论蒋家的新娘子有什么好看呀，狠巴巴的，小脚鞋子拿来一跺两段，莫一句话全无事实根据。那时候的三姑母还很有幽默，只笑着听她讲，也不点破，也不申辩。
过了些时候，那姑娘回家弄清底里，就对三姑母骂自己开盖货，原来就是你们。我记得三姑母讲的时候，细酒窝一隐一显，乐得不得了。她在景海读了2年左右，就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大概是务本毕业的。我母亲那时曾在务本随班听课，我偶尔听到他们谈起那时候的同学，有一位是章太炎夫人汤国黎。三姑母1907年左右考得官费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并获得奖章。我曾见过那枚奖章，是一支别针，不知是金的还是铜的。那是在1913年，她当年就回国了。因为据苏州女师的校史，我三姑母1913至1914年曾任该校教务主任，然后就到北京工作了。我听父亲说，三姑母的日文是科班出身，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交里的礼节更为繁重，三姑母都很内行。我记得1929年左右，苏州市为了青阳地日本租界的事儿，请三姑母和日本人交涉，好像双方对她都很满意。那年春天，三姑母和我们姐妹同到青阳地去看樱花，路过一个日本小学校，校内正开运动会，我们在短篱外略一逗留，观看小学生赛跑。不料贵宾台上有人认识三姑母，立刻派人把我们一伙人都请上了贵宾台。我看见三姑母和那些日本人彼此频频的躬身行礼的样，觉得自己成了挺胸凸肚的野蛮人。三姑母1914年到北京，大约就是在女高师工作。我5周岁，在女高师附小上1年级，开始能记忆三姑母。她那时是女高师的学监，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扶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捡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2撅小短辫儿。他们看见我捡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捡来吃了。他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高师的学生有时带我到大学部去玩，我看见三姑母忙着写字，也没工夫理会我。他们带我打秋千，登得老高，我有点害怕，可是不敢说。有一次他们开恳亲会，演戏3天，1天试演，1天请男宾，1天请女宾，借我去做戏里的花神，把我的牛角小辫儿盘在头顶上，插了满头的花，衣上也贴满金花。又一次开运动会，一个大学生跳绳，叫我钻到他身边，像卫星似的绕着他周围转着跳。老师还教我说一套话。运动场很大，我站在场上自觉渺小，细声把那套话背了一遍，心上只愁跳绳绊了脚。那天总算跳得不错。事后老师问我，你说了什么话呀？谁都没听见。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他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他。我绝不信小学生里只有我一个人配做花神，只我一个人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他跳绳。1918年，三姑母由教育部资送赴美留学，我特叫大姐夫带我上车站送行。大姐姐告诉我，三伯伯最喜欢我，可是我和他从来不亲。我记得张勋复辟时，我家没逃离北京，只在我父亲的一个英国朋友波尔登先生家躲避几天。我母亲给我换上新衣，让三姑母带我先到波尔登家去，因为父亲还没下班呢。三姑母和波尔登对坐在他书房里，没完没了地说外国话。我垂着短腿坐在旁边椅子上，看看天色渐黑，不甚焦急。
后来波尔登笑着用北京话对我说，你今天不回家了，就住在这里了。我看看外国人的大棱角胡子，看看三姑母的笑脸，不知他们要怎么摆布我，愁得不可开交。幸亏父母亲不久带着全家都到了，我总觉得三姑母不是我家的人，她是学校里的人。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2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我虽然早已乘过多次火车，可是我还小，都不记得。那次是我记忆里第一次看见火车，听到火车叫。我永远把火车叫和哭泣连在一起，觉得那是离别的叫声，听了心上很难受。我现在回头看，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三姑母1923年回苏州看我父亲的时候，自恨未能读得博士，只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我父亲笑着说，别博士了，头发都白了，越读越不合时宜了。我在旁看见他的头上果然有几茎白发。1924年，他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回忆我的姑母2，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我记得他是1925年冬天到苏州常住我家的，我们的新屋刚落成，他住在最新的房子里，后园原有3间旱船、形似船，大小也相同。新建的旱船不再原址，面积也扩大了，是个方厅，3面宽廊，靠里一间可充卧房，后面还带个厢房。那前后2间是父亲给三姑母住的，除了他自买的小绿铁床，家具都成现成。三姑母喜欢绿色，可是她全不会布置。我记得阴历除夕前3、4天，她买了很长一幅白十字布，要我用绿线为她绣上些竹子做围帐。十字布上绣花得有十字花的图样。我堂兄是绘画老师，他为三姑母画了一幅竹子，上面还有一弯月亮，几只归鸟。我不及把那幅画编成图案，只能把画纸钉在布下，照着花随手绣。十字布很厚，我得对着光照，然后绣几针，很费事。他一定要在春节前绣好，怕我赶不及，扯着那幅长布帮我乱绣，歪歪斜斜，针脚都不刺在格子眼里，许多十字只是一个一字。我连日成天在他屋里做活，大除夕的晚饭前恰好赶完。三姑母很高兴，奖了我一支自来水笔，可惜那支笔写来笔画太粗，背过来写也不行。我倒并不图报，只是看了他那歪歪扭扭的手工不舒服。他的床头挂着一把绿色的双剑，一个鞘里有2把剑。我和弟弟妹妹要求他舞剑，他就舞给我们看。那不过是2手各拿一把剑，摆几个姿势，并不像小说里写的一片剑光不见人影。我们看了很失望。那时候他还算是喜欢我的，我也还没有嫌他，只是并不喜欢他，反正和他不亲。我和二姑母也不亲，但比较接近。二姑母上海启明学校毕业，曾在徐世昌家当过家庭教师，又曾在北京和吉林教书。我家房子还没有全部完工的时候，我曾有1、2年和他同睡一屋。他如果高兴，或者我如果问得乖巧，他会告诉我好些有趣的经验。
不过她性情孤僻，只顾自己，从不理会旁人。三姑母和她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在北京，三姑母每到我们家总带一帮朋友，或2、3人，或3、4人，大伙儿热闹说笑。她不是孤僻的。可是1925年冬天她到我们家的时候，她只和我父亲有说不完的话，我旁听不感兴趣，也不大懂，只觉得很烦。她对我母亲或二姑母却没有几句话，大概因为我母亲是家庭妇女，不懂她的事儿，而二姑母和她从来说不到一块儿。她好像愿意和我们孩子亲近，却找不到途径。有一次我母亲要招待一位年已半老的新娘子，三姑母建议我们孩子开个欢迎会，我做主席致辞，然后送上茶点，同时演个节目助兴。我在学校验透了这一套，可是不敢违拗，勉强从命。新娘是苏州旧式小姐，觉得莫名其妙，只好勉强敷衍我们。我父亲常取笑三姑母是大教育家，我们却不爱受教育，对她敬而远之。家里的细事细非却是清官难断，因为往往只是个立场问题。三姑母爱惜新房子和新漆的地板，叫我的弟弟妹妹脱了鞋进屋，她自己是解放脚，脱了鞋不好走路，况且她的鞋是干净的。孩子在后院玩，鞋底不免沾些泥土，而孩子脱鞋脱袜很方便。可是2个弟弟不服，去问父亲：爸爸，到旱船去要脱鞋吗？我父亲不知敌理，只说不用。弟弟便嘀咕：爸爸没有叫我们脱鞋，他自己不脱，倒叫我们脱。他们穿着鞋进去，觉得三姑母不欢迎，便干脆不到他那边去了。三姑母准觉得孩子不如小牲口容易亲近。我父亲爱猫，家里有好几只猫，猫也各有各的性格。我们最不喜欢一只金银眼的纯白猫，因为它见物不见人，最无情。好好给它吃东西，它必定做事用爪子一抢而去，我们称它为强盗猫。我最小的妹妹杨碧是全家的宝贝，她最爱猫。1、2岁的时候，如果自个儿一人乖乖地坐着动都不动，一脸称心如意的样，准是身边围着一只猫。一次她去抚弄强盗猫，挨了猫咪1巴掌，鼻子都抓破了，气得伤心大哭。从此强盗猫成了我们的公敌。三姑母偏偏同情这只金银眼儿，常像抱女儿似的抱着她，待她申诉委屈似的说：咱们顶标志的了。她出门回来便抱着强盗猫说：小可怜的，给他们欺负的怎么样呢？三姑母就和强盗猫同在一个阵营，成了我们的敌人。三姑母非常敏感，感觉到我们这群孩子对她不友好，也许她以为我是头，其实我住宿在学校，并未带头，只是站在弟弟妹妹一边。那时大姐在上海教书，三姐病休在家，三姑母不再喜欢我，她喜欢三姐姐了。1927年冬，三姐订婚，三姑母是媒人，她一片高兴，要打扮新娘。可是三姑母和二姑母一样，从来不会打扮。我母亲是好皮肤，不用脂粉，也不许女儿擦脂抹粉。我们姐妹没有化妆品，只用甘油擦手擦脸。我和三姐刚刚先后剪掉辫子，姐妹俩互相理发，各剪个童话头，出门换上出客衣服，便是打扮了。但订婚也算个典礼，并在花园饭店备有酒席。订婚礼前夕，三姑母和二姑母都很兴头，要另式另样的打扮三姐。三姑母一手拿一只簪子，一手拿个梳子，把三姐的头发挑过来又梳过去，挑出种种几何形、正方形、长方形、扁方形、正圆形、椭圆形，还真来个三角形，末了又绕上一个桃形，好像要梳小辫子似的。挑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办，二姑母拿着一把剪子和三姐的头发修了又修，越修越短。三姐乖乖地随他们摆布，毫不抗议。我母亲也不来干涉，只我站在旁边干着急。姐姐的头发实在给剪得太短了，
梳一梳，一根根直往上翘。还亏二姑母花样多，当时流行用黑色闪光小珠子钉在衣裙的边上，或穿织成手提带。三姑母教我们用细铜丝把小黑珠子穿成一个花箍，箍在发上。幸亏是三姐，怎么样打扮都行，她戴上珠箍还顶漂亮。三姐结婚，婚礼在我家举行，新房也暂设我家，因为姐夫在上海还没有找妥房子。铺新床按老规矩得请实权的吉利人，像我两位姑母这样的机灵人得回避些。我家没有这种忌讳，他们俩大概由于自己的身世，对那新房看不顺眼，进去就大说倒霉话。二姑母说窗帘上的花纹像一滴滴眼泪，三姑母说新床那么讲究，将来出卖值钱。事后我母亲笑笑说，他们算是怄我生气的。我母亲向来不尖锐，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如有谁当面损她，她好像不知不觉，事后才笑说，她算是骂我的，她不会及时反击，事后也不计较。我母亲最怜悯三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个人奋斗的能力。我有时听到父母亲议论两个姑母，父亲说坟官莫知莫觉，身官细腻恶心。母亲只说二姑母独服心思，却为三姑母辩护，说她其实是贤妻良母，只为一辈子不得意变成那样了。我猜想三姑母从蒋家回娘家的时候，大约和我母亲比较亲密，他们在物本女中也算是同过学。我觉得母亲特别纵容三姑母，三姑母要做衬衣，她衬衣全破了，我母亲怕裁缝做得慢，给她买了料子，亲自裁好，在缝衣机上很快的给她赶出来。三姑母好像那是应该的，还想好倒坏。她想吃什么菜，只要开一声口，母亲特地为她下厨。菜端上桌，母亲说，这是三伯伯要吃的，我们孩子从不下筷子。我母亲往往是末后一个坐下吃饭，也末后一个吃完，她吃得少而慢。有几次三姑母饭后故意回到饭间去看看，母亲忽然聪明说，她来看我吃什么好菜呢？说着不禁笑了，因为她吃的不过是剩菜，可是她也并不介意。我们孩子总觉得两个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务事他们从不过问，三姑母更有一套道理。她说，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女佣们就成了规矩，从此不给抹了。我家佣人总因为姑太太难伺候而辞去，所以全家经常换人，这又给我母亲添造麻烦。我们孩子就嘀嘀咕咕，母亲听见了就要训斥我们，老小勿要刻薄。有一次我嘀咕说三姑母欺负我母亲，母亲一本正经对我说，你倒想想，她怎么能欺负我？当然这话很对，我母亲是一家之主，三姑母只是寄居我家，可是我和弟弟妹妹心上总不服气。有一次我们买了一大包烫手的糖炒栗子，母亲吃什么都不热心，好的要留给别人吃，不好的她也不贪吃，可是对这东西却还爱吃。我们包到软而润的，就偷偷揣在衣袋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打偏手，一会儿把大包栗子吃完。二姑母还没在意，三姑母却惊喜，她说，这么一大包呢，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我们都呆着脸，等两个姑母回房，我们各掏出一把最好的栗子献给母亲吃。母亲责备了我们几句，不过责备得很温和，她只略吃几颗，我们乐呵呵地把剩下的都吃了，绝没有为三姑母着想。她准觉得吃几颗栗子，我们都连着帮济她。我母亲训我们的话实在没错，我们确实刻薄了，只觉得我们好好一个家就多了这两个姑母，而在他们看来，哥哥的家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只觉得这群侄儿女太骄纵，远不像他们自己的童年时候了。
二姑母自己会消遣，很自得其乐。她独住一个小院儿，很清静。她或学字学画，或读诗看小说，或做活，或在后园拔草种花。她有方法，把鸡冠花夹道种成齐齐两排，一棵棵都杆儿矮壮，花儿肥厚，颜色各个不同，有洋红、橘黄、苹果绿等等，也是我父亲所谓最没有烦恼的人。三姑母正相反，她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也不会自己娱乐。有时她爱看个电影，不愿一人出去，就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可是只给我们买半票。转眼我17、18岁都在苏州东吴大学上学了，她还给买半票。大弟长得高，七妹小我5岁，去和我看似双生，这又是三姑母买半票的一个理由。她说我们只是一群孩子，我们宁可自己买票，但是不敢说。电影演到半中间，查票员命令我们补票，三姑母就和他争，我们都窘得很，不愿跟他出去，尤其是我。他又喜欢听说书，我家没人爱听书，父亲甚至笑他低级趣味。苏州有些人家请一个说书的，天天到家里来说书，并招待亲友听书。有时1、2家合请一个说书的，轮流做东，三姑母就常到相识的人家去听书。有些联合做东的人并不欢迎他，他也不觉得或是不理会，他喜欢赶热闹。他好像有很多活动，可是我记不清他做什么工作。1927年左右，他在苏州女师任教。1929年，苏州东吴大学聘请他教日语，他欣然应聘，还在女生宿舍要了一间房，每周在学校住几天。那时候他养着几只猫和一只小狗，狗和猫合不到一处，就把小狗放在宿舍里。这可激怒了全宿舍的女学生，因为他自己回家了，却把小狗锁在屋里，狗汪汪地叫个不停，闹得4邻学生课后不能在宿舍里温习功课，晚上也不得安。寒假前大考的时候，有一晚大雪之后，他叫我带他的小狗出去，给他把屎。幸亏我不是个抱佛脚的，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把屎，只牵着狗在雪地里转了2圈。回去老师说小狗没拉屎，三姑母很不满意，忍住了没说我。管女生的舍监是个美国老姑娘，她到学期终了，请我转告三姑母，宿舍里不便养狗。也许我应该叫她自己和我姑母打交道，可是我觉得这话说不出口。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传话的，反正三姑母很恼火，把怨毒都结在我身上，而把所传的话置之不理。春季开学不久，她那只狗就给人毒死了。回忆我的姑母。3. 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不久，学校里出了一件事儿。大学附中一位美国老师带领一队学生到黑龙潭春游，事先千叮咛万嘱咐不许下潭游泳，因为水深湍急，非常危险。有个学生偷偷跳下水去，给卷入集团，老师得知，立即跳下水去营救。据潭边目击的学生说，教师揪住溺者，被溺者拖下水去，老师猛力挣脱溺者，再去捞他，水里出没几回没有捞到，最后力竭不支，只好挣扎上岸，那孩子就淹死了。那位老师是个很老实的人，他流涕自责，没尽责任。在生死关头，一刹那间，他想到自己的妻子儿女，没有舍生忘死。当时舆论认为老师已经尽了责任，即使赔掉性命也没法救起溺者。校方为这事召开了校务会议，想必是商量怎样向溺者家长交代。参与会议的大多是洋人，校方器重三姑母，也请他参加了。三姑母在会上却责怪那位老师没有舍命相救，会后又觉失言，舍生忘死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责求旁人。校方把他当自己人，才请他参与会议，商量办法，没要他去苛责那位惶恐自愧的老师。他懊悔无及，就想请校委会的人吃一顿饭，
大概是表示歉意。他在请客前一天告诉我母亲，明天要备一桌酒，在我家请客，他已经约下客人。一桌酒是好办的，可是招待外宾，我家不够标准。我们的大厅高大，栋梁间的积尘平日打扫不到，后园也不够整洁。幸亏我母亲人缘好，她找到本乡地头蛇，立刻雇来一群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只半天功夫便把房子前后后打扫干净。一群洋客人到了我家，对我父母大夸我，回校又对我大夸我家。我觉得他们和三姑母的关系好像有紧张，又缓和下来。三姑母请客是星期六，客散后我才回家，走过大厅后轩，看见她一人在厅上兜兜转，嘴里喃喃自骂，死开盖货，骂得咬牙切齿。我进去把所见告诉母亲，母亲叹气说，我叫她请最贵的，她不听。原来三姑母又嫌菜不好，减慢了客人。其实酒席上偶有几个菜不如人意也是小事儿，说错话做错事更是人之常情，值不当那么懊恼。我现在回头看才了解，我当时看到的是一个伤残的心灵，他好像不知道人世间有同情有原谅，只觉得人人都盯着责备他，人人都嫌弃他，而他又老是那么开盖。学校里接着又出了一件事儿，有个大学4年级的学生自称怪物，有意干些怪事招人注意。他穿上戏里纨绔少爷的花缎袍子，镶边马褂，戴着个红结子的瓜皮帽，跑到街上去挑粪，或叫洋车夫坐在洋车上，他拉着车在闹市跑，然后又招出一个二怪物。大怪物和大学的门房交了朋友，一同拉胡琴唱戏。他违反校规，经常夜里溜出校门，半夜门房偷偷放他进校，学校就把大怪物连同门房一起开除。三姑母很可能吃了怪物灌他的米汤，而对这怪物有好感。他认为年轻人胡闹不足怪，4年级开除学籍就影响这个青年的一辈子。他和学校意见不合，就此辞职。那时我大弟弟得了肺结核，三姑母也许是怕传染，也许是事出偶然，她点了一个大花园里的2座房屋，一座她已经出租，另一座楠木楼留着自己住。我母亲为大弟的病求医问药，忙得失魂落魄，却还为三姑母制备了一切日常用具，而且细心周到，还为她配备了煤油炉和1箱煤油。三姑母搬入新居那天，母亲命令我们姐妹和小弟弟大伙都换上漂亮的衣服送搬家。我认为送搬家也许得帮忙，不懂为什么要换漂亮衣服。三姑母点的房子在楼门城墙边，地方很偏僻，听说原来的原主为建造那个花园惨淡经营，未及竣工，他已病危，勉强坐了轿子在园内游脸一遍，便归天去了。花园却还像个花园，有亭台楼阁，有假山，有河池，还有个湖心亭，有一座九曲桥。园内苍松翠柏，各有姿致，相形之下才知道我们后园的树木多么平庸。我们回家后，母亲才向我们讲明道理。三姑母是个孤独的人，脾气又坏，她和管原产的经纪人已经吵过2架，所以我们得给她装装场面，让人家知道她亲人不少，而且也不是贫寒的，否则她在那种偏僻的地方会受欺负，甚至受害。三姑母搬出后，我们才知道她搬家也许还是怪物促成的。她介绍自己的一个亲戚叫黄少奶，为三姑母管理家务。三姑母早已买了一辆包车，又雇了一个车夫，一个女佣，在家有人管家，就可以自立门户了。她竭力想拼凑一个像样的家，还问我大伯母要了一个孙女儿。她很爱那个孩子，孩子也天真可爱。可是一经她精心教育，孩子变成一个懂事的小养媳妇儿了。不巧我神母偶到三姑母家去住了一夜，便向大伯母诉说三姑母家的情况，还说孩子瘦了，大伯母舍不得，忙把孩子讨回去了。
三姑母家的女佣总用不成，后来黄少奶也辞了她。我母亲为她制备的煤油炉成了她的要紧用具。她没有女佣，就坐了包车到我家来吃饭。那时候我大弟已经去世，他常在我们晚饭后乘凉的时候，忽然带着车夫来吃晚饭。天热，当时还没有冷藏设备，厨房里怕剩饭剩菜馊掉，尽量吃个精光。他来了，母亲得设法安排2个人的饭食，时常特地为他留着晚饭，他又不来，东西都馊掉。他总不肯事先来个电话，仿佛故意捣乱，所以他来了，我和弟弟妹妹在后园躲在花木深处，黑地里装作不知道。大姐姐最实体，总是她敷衍三姑母，陪她说话。她不会照顾自己，生了病就打电话叫我母亲去看她。母亲带了大姐姐同去伺候，还得包半天的车，因为她那里偏僻，车夫不肯等待，父亲也叫不到车。一次母亲劝她搬回来住，她病中也同意。可是等我母亲做好种种准备去接她，她又变卦了。她是好动的，喜欢坐着包车随意出去串门。我们家的大门虽然有6扇，日常只开中间2扇。她那辆包车特大，门里走不进，只差2分，可是门不能扩大，车也不能消小。她要是向我们家住，她那辆车就没处可放了。他有个相识的人善灌米汤，常请他吃饭，他很高兴。不知道那人请饭不是白请的。他陆续向我三姑母借了好多钱，造了新房子，前面还有个小小的花园。三姑母要他还钱的时候，他就推诿不还。有一次晚上，三姑母到他家去讨债，那人灭了电灯，放狗出来咬他。三姑母吃了亏，先还不肯对我父母讲，大概是自愧喝了米汤上当，后来忍不住才讲出来。在一个中学教英文和数学，同时好像在创办一个中学叫二乐，我不大清楚。我假期回家，他就抓我替他改大叠的考卷，瞧我改很快，就说到底年轻人做事快，每学期的考卷都叫我改。他嫌理发店脏，又抓我给他理发。父亲常悄悄对我说，你的好买卖来了。三姑母知道父亲袒护我，就越发不喜欢我，我也越发不喜欢他。1935年夏天我结婚，二姑母来吃喜酒，穿了一身白下布的衣裙和白皮鞋。贺客诧异，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我倒认为她不过是一般所谓的怪癖。1929年她初到东吴教课，做了那一套细下布的衣裙，穿了还是很帅的。可是多少年过去了，她大概没有添做过新衣。我母亲为我大弟的病，大弟的死，接下来父亲又病，没心思顾他，他从来不会打扮自己，也瞧不起女人们打扮。我记得那时候他已经在盘门城河边买了一小块地，找匠人盖了几间屋，不久他退掉点来的花园房子，搬入新居。我在国外，他的情况都是大姐姐后来告诉我的。日寇侵占苏州，我父母带了2个姑母一同逃到香山暂住。香山沦陷前夕，我母亲病危，2个姑母往别处逃避，就和我父母分手了。我母亲去世后，父亲带着我的姐姐妹妹逃回苏州，2个姑母过些时候也回到苏州，各回自己的家。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劫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1938年1月1日，2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了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看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临近为他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从水里捞出来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不管用，
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外加订了一层厚厚的木板。1939年，我母亲安葬灵岩山的秀谷公墓，二姑母也在那公墓为三姑母和她自己合买了一块墓地。三姑母和我母亲是同日下葬的，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促间合上的，来不及曝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我母亲曾说，三伯伯其实是贤妻良母。我父亲只说，升官如果嫁一个好丈夫，她是个贤妻良母。我觉得父亲下面半句话没说出来。他脱离蒋家的时候还很年轻，仅可以再嫁人。可是据我所见，他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他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他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他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他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洪流，他不能理解当前的时事，他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如今他已做古人，提及他而骂他的人还不少，记得他而知道他的人已经不多了。忆钱钟书与围城一，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自从1980年围城在国内重印以来，我经常看到钟书对来信和登门的读者表示歉意，或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什么围城，或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者竟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我真担心他冲撞人。胡乔木同志偶曾建议我写一篇钱钟书与围城，我却也手痒，但以我的身份容易写成钟书所谓亡夫行术之类的文章。不过我既不称赞也不批评，只据事纪实。钟书读后也承认没有失真。这篇文章原是朱正同志所编《骆驼丛书》中的一册，也许能供围城的偏爱者参考之用。杨绛1985年12月。钱钟书写围城。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儿，还有书外的事儿。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500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他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钟书选著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的诗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看小说何须注释呢？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真事，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这话当然很对，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
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的大小。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要从创造的故事里反求作者的经验是倾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辨认酿酒的原料大非易事。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样联系的。因为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的续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自己的感情。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而《围城》却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有人读到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他不也留过洋吗？不也在上海住过吗？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钟书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钱钟书是无锡人，1933年毕业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2年英语。1935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1937年得副博士学位，然后回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儿，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能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钟书9、10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清华大学任教。那时候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在上海。1939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这样他就没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1940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1941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上海特来相访，约他再回联大。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他写过一首七律古意，内有一联说：“查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乍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积居沦陷区的惆怅情绪。围城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钟书和我1932年春在清华初识，1933年订婚，1935年结婚，同船到英国，1937年秋同到法国，1938年秋同船回国。我母亲1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的上海建立分校，2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干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节省，而且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的要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的。它就像原序所说，2年里忧事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35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僻钻窗风未出，诗情绕树却难安。正是写这种坚固不及的心情。那时候我们住在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钟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2家同住分炊。钟书的父亲一直在外地，钟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下他母亲没走，还有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以上我略述钟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为作者做个简介。下面就要为《围城》做些注释了。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都是捏。鸿渐取材于2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2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有自认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儿，从他的心里感受。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人。法国19世纪小说家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不光是方鸿渐一个。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雅思听智慧声音。我们乘法国游船阿多士2号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得很像，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鲍小姐却纯是虚构。我们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人儿。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牛津有个研究英国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2人都觉得她很美。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捏造出来的。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游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人，这人可一点不美。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的，她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
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赵新梅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5、6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钟书为他加上20多岁年纪，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新梅，当然也不可能有赵新梅的经历。如果作者说方鸿渐就是我，他也准会说赵新梅就是我。有2个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来，未加融化，因此那2位相识都对号入座了，一位满不在乎，另一位听说很生气。钟书夸张了董协川的一个方面，未殃及他，但董协川的谈吐和诗句并没有一言半语抄袭了现成，全都是捏造的。楚慎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那个影子的真身比楚慎明更夸张些。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17、18项，逼我一一批分数，并排列先后。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心翼翼地应付过去。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他们说他年少翩翩，你倒说他翩翩不翩翩。我应该厚道些，老实告诉他，我初识钟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他听了弗然，半天不言语。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他惊喜说，真的吗？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高兴。其实楚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个人喝的，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他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他爱天仙的美，不爱妖精的美。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去同座咖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爱慕者自告奋勇地说，我给你去把她找来。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钟书说，别给蜘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钟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周都是妓女在窃窃地笑他。钟书救了他回来，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准是那杯牛奶作祟，使钟书把楚慎明拉到饭馆去喝奶，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触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发出来。方顿翁也是个复合体，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钟书的父亲。其实方顿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我和钟书订婚前后，钟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钟书的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地把钟书托付给我。这很像方顿翁的作风。我们沦陷在上海时，他来信说我安贫乐道，这也很像方顿翁的语气。可是如说方顿翁有2、3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4、5分是像他的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钟书的父亲和叔父都度过围城，他父亲莞尔而笑，他叔父的表情我们没看见。我们夫妇常私下琢磨，他们俩是否觉得方顿翁和自己有相似之处呢？
唐晓夫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有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深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方鸿渐失恋后说赵新梅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这些话都很对，可是他究竟没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话也就可解释为聊以自慰的话了。至于点金银行的行长，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见的无锡商人，我不再一一注释。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我没和钟书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五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相似，连一丝影都没有。王美玉的卧房我倒见过，床上大红缎面的被子叠在床里边，桌上大圆镜子，一个女人脱了鞋坐在床边上，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向钟书形容过。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候，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干草的泥地上，入夜梦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压住了我的红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那番梦魇我曾和钟书讲过，蛆叫肉芽，我也曾当作新鲜事儿告诉钟书。钟书到湖南去一路上都有诗记我，他和旅伴有雪窦山，有记游诗五谷4首，我很喜欢第2、第3首，我不妨抄下，作为真人实事和小说的对照。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浪头飞碎白，积雪凝几世。我常观乎山，起伏有水至，蜿蜒若没骨，骤巨波涛溢，乃知水与山，斯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意量美能备。故哉鲁中叟，只解别人志。山容太古径，而中藏瀑布。不舍昼夜流，得与事更怒。心酸亦有泪，筑胸感倾土。略似此山然，外物改其度。香气莫无言，远意喜一物。微恨多由衷，藏烟未为故。终取莫浪尘，悠悠彼行路。小说里只提到有雪窦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方鸿渐、李梅婷等正忙着和王美女打交道呢。足可捏造的事实丰富得很，实事尽可能抛开，而且实事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李梅婷途遇寡妇也有些影子。钟书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长者，旅途上碰到一个自称落难的寡妇，那位朋友资助了他，后来知道是上当。我有个同学绰号风流寡妇，我曾向钟书形容他临睡洗去脂粉，脸上眉眼口鼻都没有了。大约这2件不相干的事凑出一个苏州寡妇，再碰上了李梅婷，就生出那是好人等等妙语奇闻。汪处后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她头发枯黄，脸色苍白，眼睛斜瞥向上，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我曾和钟书讲究，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细软乌黑，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线条柔软的深紫色绸旗袍，可以变成一个美人儿。汪太太正是这样一位美人儿，我见了似曾相识。范小姐、刘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绍。孙柔嘉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湖南，又回到上海，我却从未见过。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有一个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
最寻常可见的。他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方鸿渐兴趣很广，毫无心得，他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他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他所想的自由也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他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他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夫妇。孙柔家聪明可喜的一点是能画出汪太太的扼要，10点红指甲，一张红嘴唇。一个年轻女子对自己又羡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会有这种尖刻，但这点聪明还是钟书赋予她的。钟书惯会抓住这类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一个人声音里的扼要，有声音辨别说话的人，尽管是从未识面的人。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砍得七零八落，满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画，创造出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镜。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可能我和堂吉诃德一样做了非常扫兴的事儿，不过我相信这来可以说明围城和真人真事的关系。钱钟书与围城。2. 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写围城的钱钟书，要认识作者还是得认识他本人，最好从小时候起。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据钱家的坟上风水，不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嗣，便有也没有出息，伯父就是没出息的长子。他比钟书的父亲大14岁，二伯父早亡，他父亲行3，叔父行4，两人是同胞双生。钟书是长孙，出嗣给长房。伯父为钟书连夜贸易到乡间，物色了一个健壮的农妇，她是寡妇，一父子下地就死了，是县城的好奶妈。母妈一辈子帮在钱家，中年以后每年要呆呆地发一阵子呆，家里人背后称她吃母妈。她在钟书结婚前特地买了一只翡翠镶金戒指，准备送我做见面礼。有人哄她那是假货，把戒指骗去，母妈气得大发疯，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终没见到她。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亲的堂的兄弟共10人，钟书居长。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钱家人爱说他吃母妈的奶有吃气。我们无锡人所谓吃，包括很多意义，疯、傻、憨、志气、肆气、淘气等等。他父母有时说他吃颠不拉，吃五做法，无着无落，却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他母亲常抱怨他父亲憨，也许钟书的吃气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我曾看过他们家的旧照片，他的弟弟都精精壮壮，唯他瘦弱，善眉善眼的一副忠厚可怜相，想来那时候的吃气只是志气肆气，还不会淘气呢。钟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他出世那天，
恰有人送来一部常州仙者丛书，伯父已为他取名养仙，字哲良。可是周岁有了中书这个学名，养仙就成为小名，叫做阿仙。但仙儿仙哥好像王二王兄，仙字又改为了轩，他父亲仍叫他阿仙。伯父去世后，他父亲因中书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写了墨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中书对我说，其实我喜欢折良，又折又良，我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伯伯给我写在练习簿上的折良。这也许因为他思念伯父的缘故，我觉得他的确是又折又良，不过他痴气盎然的胡说乱道，常使他不折不良。假如淘气也可算不良，墨存这个号显然没有起到克制作用。父没出息，不得父母欢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做颜料商发财的，有7、8只运货的大船。中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响了父子的感情。伯父种了秀才回家，进门就挨他父亲一顿打，说是杀他的士气。因为中书的祖父虽然有2个中举的哥哥，他自己也不过是个秀才。中书不到1岁，祖母就去世了，祖父始终不大喜欢儿子，中书也是个不得宠的孙子。中书4岁，由伯父教他识字，伯父是慈母一般，中书成天跟着他。伯父上茶馆听说书，中书都跟去，他父亲不便干涉，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建议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学。中书6岁入秦氏小学，现在他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他上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舍不得他上学，借此让他停学在家。他7岁，和比他小半岁的堂弟钟涵同在亲戚家的私塾复学。他念毛诗，钟涵念尔雅。但复学不便，1年后他和钟涵就在家由伯父教。伯父对中书的父亲和叔父说，你们2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吗？父亲和叔父当然不敢反对。其实中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祖父认为中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而伯父的文笔不顶好，叔父反正聪明，由伯父教也不妨。父亲笨，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教。那位族兄严厉得很，中书的父亲挨了不知道多少顿的痛打。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祖父，让2个弟弟都由他教。中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却另有领会。他告诉中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中书和钟涵跟伯父读书，只在下午上课。他父亲和叔父都有职业，家务由伯父经营。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料理杂物，或和熟人聊天。钟书总跟着去。伯父花1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又花2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家里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钟书在家里已经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了，把呆子读如起子。也不知《西游记》里的呆子就是猪八戒。书摊上租来的说堂、济公传、七侠五义之类是不登大雅的，家里不藏。钟书吃了酥饼就滋滋看书，直到伯父叫他回家。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向2个弟弟演说他刚看的小说。李元霸或裴元庆或杨林一锤子把对手的枪打得弯弯曲曲等等。他纳闷的是，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关公若进了说堂，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80斤重，
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800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了《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的13000斤的金箍棒？妙的是，他能把各种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却连阿拉伯数字的1、2、3都不认识。钟涵下学回家有自己的父亲教，伯父和钟叔却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儿。叔父用绳子从高处挂下一团棉花，教钟叔上下左右打那棉花团，说是打棉花拳可以练软功。伯父爱喝2口酒，他手里没多少钱，只能买些便宜的熟食和酱猪舌之类的下酒，哄钟叔说那是龙肝凤髓。钟叔觉得其味无穷，至今他喜欢用这类的名称，譬如羊火腿在我家总称为老虎肉。他父亲不敢得罪哥哥，只好伺机把钟叔抓去教他数学，教不会发狠要打，又怕哥哥听见，只好拧肉，不许钟叔哭。钟叔身上一块青一块紫，晚上脱掉衣服，伯父发现了，不免心疼气恼。钟叔和我讲起旧事，对父亲的着急不胜同情，对伯父的气恼也不胜同情，对自己的忍痛不敢哭当然也同情，但回忆中只觉得滑稽又可怜。我笑说，痛打也许能打得豁然开通，拧大概是把窍门拧塞了。钟叔考大学，数学只考得15分。钟叔小时候最乐的事是跟着伯母回江阴的娘家去，伯父也同去，他们往往一住1、2个月。伯母家有个大庄园，钟叔成天跟着庄客四处田野里闲逛，他常和我讲田野里的景色。一次大雷雨后，河边树上挂下一条大绿蛇，据说是天雷打死的。伯母娘家全家老少都抽大烟，后来伯父也抽上了。钟叔往往半夜醒来，跟着伯父伯母吃半夜餐，当时快乐得很。回无锡的时候，吃足玩够，还穿着外婆家给做的新衣。可是一回家他就担忧，知道父亲要盘问功课，少不了挨打。父亲不敢当着哥哥管教钟叔，可是抓到机会就着实管教，因为钟叔不但慌了功课，还养成不少坏习惯，如晚睡晚起、贪吃贪玩等。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1919年秋天，我家由北京回无锡，我父母不想住老家，要另找房子。亲友介绍了一处，我父母去看房子，带了我同去。钟叔家当时正租居那所房子，那是我第一次上他们钱家的门，只是那时2家并不相识。我记得母亲说，住在那房子里的一位女眷告诉她，搬进以后没离开过药罐。那所房子我家没看中，钱家虽然嫌房子阴暗，也没有搬出。他们5年后才搬入7尺厂他们家自建的新屋。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2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钟叔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罩墙，罩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他说和我母亲说话的大约是神母，因为叔父神母住在最外一层院子里，伯父伯母和他住中间一进，他父母亲侍奉祖父住最后一进。我女儿取笑说，爸爸那时候不知在哪儿淘气呢，假如那时候爸爸看见妈妈那样的女孩子，准抠些鼻牛来弹她。钟叔因此忆起旧事说，有个女裁缝常带着女儿到他家去做活，女儿名叫宝宝，长得不错，比他大2、3岁。他和钟涵一次抓住宝宝，把她按在大厅隔扇上，钟涵拿一把削铅笔的小角刀作势刺他，宝宝大哭大叫，由大人救援得免。兄弟俩觉得这番胜利当立碑纪念，就在隔扇上刻了刺宝宝处4个字。钟涵手巧能刻字，但那4个字未经简化，刻来煞是费事。
这大概是顽童刚开始知慕少爱的典型表现。后来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主提出赔偿损失，其中一项就是隔扇上刻的那4个不成形的字，另一项是钟书一人干的坏事儿，他在后园挖人参，把一棵玉兰树的根刨伤，那棵树半枯了。钟书11岁，和钟涵同考取了东林小学1年级，那是4年制的高等小学。就在那年秋天，伯父去世，钟书还未放学，经家人召回，一路哭着赶回家去，哭叫伯伯。伯父已不省人事，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遭受的伤心事。伯父去世后，伯母除掉长房应有的月钱之外，其他费用就全由钟书父亲负担了。伯母娘家败得很快，兄弟先后去世，家里的大货船逐渐卖光。钟书的学费书费当然由他父亲负担，可是学期中间往往添买新课本，钟书没钱买，就没有书。再加上他小时候贪看书摊上伯父为他租的小字书，看坏了眼睛，坐在教室后排看不见老师黑板上写的字，所以课堂上老师讲什么他茫无所知。练习簿买不起，他就用伯父生前亲手用毛边纸纸捻子为他订成的本子，老师看了直皱眉。练习英文书法用钢笔，他在开学的时候有一支笔杆，一个钢笔尖，可是不久笔尖撅断了头，同学都有许多笔尖，他只有一个断了头，就没法写了。他居然急中生智，把毛竹块削尖了头，蘸着墨水写，当然写得一塌糊涂，老师简直不愿意收他的练习。钟书为什么不问父亲要钱？他说从来没想到过，有时伯母叫他去向父亲要钱，他也不说。伯母抽大烟，早上起得晚，钟书由伯母的陪嫁大丫头热些馊粥吃了上学。他同学他弟弟都穿洋袜，他还穿布袜，自己觉得脚背上有一条拼缝，拼得很刺眼，只希望穿上棉鞋可遮掩不见。雨天同学和弟弟穿皮鞋，他穿钉鞋，而且是伯父的钉鞋，太大，鞋头塞些纸团。一次雨天上学，路上看见许多小青蛙满地的蹦跳，觉得好玩，就脱了鞋捉来放在鞋里，抱着鞋光着脚上学。到了教室里，把盛着小青蛙的钉鞋放在台板桌下。上课的时候，小青蛙从鞋里出来，满地蹦跳，同学都忙着看青蛙，窃窃笑乐。老师问出因由，知道青蛙是从钟书鞋里出来，就叫他出来罚力。有一次他上课玩弹弓，用小泥丸弹人，中弹的同学嚷出来，老师又叫他罚力。可是他浑浑沌沌，并不觉得羞惭。他和我讲起这些旧事，说那时候幸亏糊涂，也不觉得什么苦。钟书跟我讲，小时候大人哄他说，伯母抱来一个南瓜，成了精就是他。他真有点怕自己是南瓜精。那时候他伯父已经去世，南瓜精是舅母、姨妈等晚上坐在他伯母鸦片榻畔闲谈时逗他的，还正色嘱咐他切莫告诉他母亲。钟书也怀疑是哄他，可是真有点担心。他自说混沌，恐怕是事实，这也是家人所谓痴气的表现之一。他有些混沌表现至今依然如故，例如他总记不得自己的生年月日。小时候他不会分辨左右，好在那时候穿布鞋，不分左右鞋。后来他和钟涵同到苏州上美国教会中学的时候，穿了皮鞋，他仍然不分左右乱穿。在美国人办的学校里，上体育课也用英语喊口号，他因为英文好，当上了一名班长。可是嘴里能用英语喊口号，两脚却左右不分，因此只当了2个星期的班长，就给老师罢了官。他也如释重负。他穿内衣或套脖的毛衣，往往前后颠倒，衣服套在脖子上，只顾前后调转，结果还是前后颠倒了。或许这也是钱家人说他痴的又一表现吧。
钟叔小的时候最喜欢玩石屋里的和尚，我听他讲得津津有味儿，以为是什么有趣的游戏，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就是石屋里的和尚。我不懂那有什么好玩，他说好玩得很。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里的和尚，玩得很乐。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小孩自言自语其实是出生的想象，我问他是否编造故事自娱，他却记不得了，这大概也算是痴气吧。钟叔上了4年高小，居然也毕业了。钟涵成绩斐然，名列前茅，他只是个痴头傻脑没正经的孩子。伯父在世时自愧没出息，生怕坟上风水连累了赐给长房的钟叔。原来他家祖坟下手的一排树高大茂盛，上手的细小痿弱，上手的树当然就代表长房了。伯父一次私下花钱向理发店买了好几斤头发，叫一个佃户陪着，悄悄带着钟叔同上祖坟去，把头发埋在上手几排树的根旁。他对钟叔说，要叫上手的树荣盛，将来你做大总统。那时候钟叔才7、8岁，还不懂事儿，不过多少也感觉到那是伯父背着人干的私心事儿，所以始终没向家里任何人讲过。他讲给我听的时候，语气中还感念伯父对他的爱护，也惊奇自己居然有心眼儿，为伯父保密。钟叔14岁和钟涵同考上苏州的陶屋中学，父母为他制备了行装，学费书费之外还有零用钱，他就和钟涵同往苏州上学。他功课都还不错，只算术不行。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回家。钟叔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恣意阅读。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辗转回家，假期也过了一半。他父亲回家第一事是命钟叔、钟涵各作一篇文章，钟涵的一篇颇受夸赞，钟叔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钟叔忍笑向我形容他当时的窘境，家人都在院子里乘凉，他一人还在大厅上，挨了打又痛又羞，呜呜地哭。这顿打虽然没有起到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发了发奋读书的志气。钟叔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他有时不按父亲教导的方法做古文，欠些偏离，倒也受到父亲赞许。他也开始学着作诗，只是并不请教父亲。1927年陶屋中学停办，他和钟涵同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无锡辅仁中学。钟叔就经常有父亲管教，常为父亲代笔写信，有口授而代写，有代写信而代写文章。钟叔考入清华之前也不负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一次他代表父亲为乡下某大户做了一篇墓志铭。那天午饭后，钟叔的母妈听见他父亲对他母亲称赞那篇文章，快活的按捺不住，立刻去通风报信，当着他伯母对他说，阿大呀，爹爹称赞你呢，说你文章做得好。钟叔是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也和母妈一样高兴，所以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叔父亲的序文，据钟叔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我常见钟叔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8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8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钟叔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暴栗子呢。以钱钟书与围城3，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钟叔20岁，伯母去世，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秋季就到北京上学。他父亲收藏的仙儿家书是那时候开始的。他父亲身后，钟叔才知道父亲把他的每一封信都贴在本子上珍藏，信写得非常有趣，对老师同学都有生动的描写。
可惜钟书没有的家书都由回路军收集去了。钟书在清华的同班同学饶于威1968年在新加坡或台湾写了一篇清华的回忆，有一节提到钟书。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与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从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据钟书告诉我，他上课也带笔记本，只是不做笔记，却在本子上乱画。现在美国的许振德君和钟书是同系同班，他最初因钟书夺去了班上的第1名，曾想揍他一顿出气，因为他和钟书同学之前经常是名列第1的。一次偶有个不能解决的问题，钟书向他讲解了，他很感激，两人成了朋友。上课常同坐在最后。君上课时注意一女同学，钟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在同班同学里颇为流传。钟书曾得意地画给我看。1年前许君由美国回来，听钟书说起许眼变化图，还忍不住大笑。钟书小时候，中药房卖的草药每一味都有2层纸包裹，外面一张白纸，里面一张印着药名和药性，每服一副药可攒下1叠包药的纸。这种纸干净吸水。钟书大约8、9岁左右，常用包药纸来临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园画谱，或印在唐诗300首里的诗中之画。他为自己想出一个别号叫项昂之，因为他佩服项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气概。他在每幅画上挥笔署上项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他大约常有项昂之的兴趣，只恨不善画。他曾央求当时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为他临摹过几幅有名的西洋陶器画，其中一幅是《魔鬼临去遗臭图》。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画很妙。上课画许眼变化图，央女儿代摹魔鬼遗臭图，想来也都是吃气的表现。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奋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时长很大，不择精细，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的扮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读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的拿不动的大字典、词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的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的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15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修养脑筋。修养的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这件补考的事，《围城》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钟书1979年访美，该译本出版家把译文的导言给他过目。他读到这一段又惊又笑，想不到调查这么精密。后来胡志德君来见，才知道是他向钟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打听来的。胡志德1982年出版的钱钟书里把这件事却删去了。钟书的吃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帘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给我画了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
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了，只给我画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他在她肚子上画了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元身上。这一串孩子挨间都相差2岁，常在一起玩，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似的注意避讳。钟叔变着法或做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就赖他们说坏话，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他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地搜查一遍，把被窝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叔恨不得把扫把、簸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叔百玩不厌。他又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他。阿元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穿了一件紫红色的毛衣。钟叔告诉阿元，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他。阿元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他，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叔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去了。钟叔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元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元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往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叔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的在钟叔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竟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之感，钟叔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打架，钟叔特意备一长竹竿，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儿，听见猫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和我们那家猫争锋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叔为猫而伤了两家的和气，也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钱家人常说钟叔吃人有吃福，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吃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他求。这又是家人所谓痴气的另一表现。钟叔和我父亲诗文上有同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钟叔常和我父亲说些精致典雅的淘气话，相与笑乐。一次我父亲问我，钟叔常那么高兴吗？高兴也正是钱家所谓痴气的表现。我认为《管锥篇》《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叔，怀具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叔，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叔。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合成了真人真事。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
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钟书写完了《围城》，痴气依然旺盛，但是没有体现为第二部小说。1957年春，大明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诗选著刚脱稿，因父病到湖北省亲，路上写了《赋恶道中》5首绝句。现在引录3首：陈书明写细评论，诗律商言感世恩。碧海至今闲词首，只教书凿别清魂。一骑转逐事多端，饮水差之等暖寒。如魔忘心应退尽，夜来无梦过邯郸。驱车轻旷小徘徊，隐隐遥空展薄雷。拖曳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尽雨将来。后2首寄予他对当时情形的感受，前1首专指宋诗选著而说，点化杜甫和元好问的名句。据我了解，他自信还有写作之才，却只能从事研究或评论工作，从此不但口尽，而且不兴此念了。围城重印后，我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的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误悔，这几句话也许可作围城重印前记的肩注吧。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儿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我要趁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围城里写的全是捏造，我所记的事全是事实。丙午丁未年记事一，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丙午丁未年记事，乌云与金边。丙午丁未年的大事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不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尤其像我这种没有名位也从不掌权的人，一般只不过陪着挨斗罢了。这里所记的是一个陪斗者的经历，仅仅是这场大革命里的小小一个侧面。一，疯狂宇宙。1966年8月9日，也就是阴历的丙午年的6月，我下班回家对莫存说，我今天揪出来了，你呢？他说还没有，快了吧。果然3天后他也揪出来了。我问莫存，你是怎么揪出来的？他也莫名其妙，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吧。我倒记得很清楚，当时还没有一张控诉我的大字报，不过我早已知不妙了。一次大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传到我近旁就跳过了我，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在一次大会上，忽然有人提出杨继康他是什么人，并没有人为我下定义，因为正在检讨另一位老先生。会后，我们西方文学组的组秘书尴尬着脸对我说，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了。我就这样给揪出来了。揪出来的算什么东西呢？还切身未分明。革命群众天天开大会，我们同组揪出来的一伙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待罪。办公室的四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语录条，有一张上说，拿枪的敌人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一位同伙正坐在这条语录的对面，他好像阿 Q 照见了自己赖利头上的疮疤，气呼呼地换了一个座位。好在屋里空位子多的是，我们足有自由随便就坐，不必面对不爱看的现实。有一天报上发表了516通知，我们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正把这个文件细细研究，窃窃私语，忽被召去开大会。
我们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精神，革命群众该请我们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不料大会上群众愤怒地控诉我们种种罪行，并公布今后的待遇：一、不发工资，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写明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三、组成劳动队，行动厅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管。我回家问莫存：你们怎么样？当然学部各所都是一致的，我们俩的遭遇也相仿佛。他的专职是扫院子，我的专职是扫女厕。我们草草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外文所规定了牌子圆形，白底儿黑字儿；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黑底儿白字儿。我给莫存找出一块长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面画了一个圆圈剪下，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公开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我们都好像阿丽丝梦游奇境，不禁引用阿丽丝的名言 Careers and careers。 事情真是越出越奇，学部没有大会堂供全体开会，只有一个大席棚。有一天大雨骤冷，忽有不知何处闯来造反的红卫兵，把各所揪出来的人都召集到大席棚里，押上台去示众，还给我们都戴上报纸做成的尖顶高帽。在群众愤怒的喝骂声中，我方知我们这一大群示众的都是牛鬼蛇神。我偷眼看见同伙帽子上都标着名目，如黑帮、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等。我直在猜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散会，我给推推搡搡赶下台，可是我早已脱下自己的高帽子看了一眼，我原来是个资产阶级学者，自姓级别不高。尖顶高帽都需缴还，帽子上的名目经过规范化，我就升级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莫存一样。我和同伙冒雨出席棚，只愁淋成落汤鸡，不料从此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欺凌戏辱，称为揪斗。有一天莫存回家，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这就是所谓的怪头。幸好我向来是他的理发师，赶紧把他的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那个十字。听说他的一个同伙因为剃了怪头饱受折磨，理发店不但不为他理发，还给他扣上自纸篓子，命他带着回家。我的同伙没遭这个恶作剧，可是宿舍大院里立刻有人响应了。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莫存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浆糊，渗透了薄薄的下衣。我的头发也给剪去一截。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窝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篮跑圈，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发号施令的是一个极左大娘，一个老革命职工的夫人，执行者是一群10几岁的男女孩子。我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识到自己的脚底多么柔嫩。等我们能直起身子，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种表演。我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脚上楼回家。那位极左大娘还直在大院子里大声地恫喝：你们这种人当心，把你们一家家扫地出门，大楼我们来住。她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篮上侦查，不时地发出警告：某门某号谁在撕纸，某门某号谁在烧东西。一会儿又叫人快到大楼后面去看看，谁家烟囱冒烟呢。夜渐深，他还不睡，却老在喝问：某门某号这会儿干嘛还亮着灯？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伙儿都给赶往楼前平房的各处院子里去扫地并清除垃圾。这是前夕不知谁下的命令。我去扫地的几处一般都很体谅，有的说院子已经扫过了，有的象征性的留着一小撮垃圾给我们清除。有一家的大娘却狠，口口声声骂你们这种人，命我爬进铁丝网里的小臭旮旯，用手指抓取扫帚扫不到的臭蛋壳和烂果皮。压我的一个大姑娘拿一条杨柳枝做鞭子，抽得我肩背上辣辣的疼。我认识她，我回头说，你爸爸也是我们一样的人，因为我分明看见他和我们一起在席棚里登台示众的。那姑娘立起一对眼珠子说，他和你们不一样，随手就猛抽一鞭。原来他爸爸投靠了什么有权力的人，确实和我们不一样了。那位姑娘的积极也是理所当然。宿舍大院的平房里忽然出现了一个16、17岁的红卫兵，他星期日召集大楼里的牛鬼蛇神去训话，下令每天清早上班之前扫大院、清除垃圾，还附带一连串的禁令：不许喝牛奶，不许吃鱼、吃肉、吃鸡蛋，只许吃窝窝头、咸菜和土豆。当时已经有许多禁令，也不知是谁制定的，如不准戴草帽，不准撑阳伞，不准穿皮鞋等等。我们这群牛鬼蛇神是最驯良、最和顺的罪犯，不知谁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为一经揪出，就不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在人民群众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与人民为敌，自绝于人民。牛鬼蛇神互相勉励、互相安慰的官话是相信党、相信人民。虽然在那个时候不知有谁能看清党在哪里，人民又是谁。吉佐大娘不许我家阿姨在我家干活，因为她不肯写大字报骂我，可是她又不准阿姨走，因为家有阿姨，随便什么人随时可打门进来搜查。莫存的皮鞋领带都给闯来的红卫兵拿走了，又要拿打字机，阿姨撒谎说是公家的，没让拿。我叫阿姨推说我们机关不准我家请阿姨，吉佐大娘只好放她走，我才关住了大门。阿姨临走对我说，你现在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了，不过还是好人多。这当然是她的经验之谈，她是吃过苦的人。我常想，好人多吗？多的是什么样的好人呢？究竟还是坏人少？这样说倒是不错的。扫地出门很多地方实行了，至少造反派随时可闯来搜查，家家都有罪状得销毁。宿舍里有个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烧，扔在抽水马桶里，不料冲到底层把马桶堵塞了。住楼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位列为权威，他不敢麻痹大意，忙把马桶里的纸片捞出漂净，敬献革命群众，这就引起宿舍里又一次的纠斗。我回家较晚，进院看见大楼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大院里也挤满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匠的爱人，她一见我就偷偷向我摆手，我心知不妙，却又无处可走。正迟疑，看见平房里的张大妈对我努嘴儿，示意叫我退出去。可是吉佐大娘已经看见我了，提着名字喝住，我只好走上台阶，站在莫存旁边。我们都是陪斗，那个用杨柳枝编我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2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我都剃去了半边头发，剃成阴阳头。有一位家庭妇女不知什么罪名也在我们队里，她含泪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着求告，总算幸免剃头。我不愿长他人志气，求那姑娘开恩。我由她剃光了半个头，那是8月27日晚上。剃了阴阳头的，一个是退休干部，他可以躲在家里；另一个是中学校长，向来穿干部服，戴干部帽，他可以戴着帽子上班。我没有帽子，大暑天也不能包头巾，却又不能躲在家里。莫存急得直说怎么办？我持枪说，兵来将挡，火来水挡，总有办法。
我从2楼走上3楼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来。我女儿几年前剪下2条大辫子，我用手帕包着藏在柜子里，这会子可以用来做一顶假发。我找出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做旋子，用莫存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地缝上去。我想不出别的办法，也没有工具，连浆糊胶水都没有。我费了足足1夜功夫做成一顶假发，还莫存整夜没有睡稳。我笑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我自持有了假发，阴阳头也无妨，可是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受。而且光头戴上假发显然有一道界限，剪下的辫子搁置多年，已由乌黑变成枯黄色，和我的黑发色泽不同。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没有花白。来京串联的革命小将乘车不买票，公共汽车拥挤不堪，上车不易，我和莫存只好各自分头挤车。我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进不去，只能站在车门口的阶梯子上，比车上的乘客低2个阶层。我有月票，不用买票，可是售票员一眼识破了我的假发，对我大喝一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我声明自己不是黑帮。你不是黑帮是什么？他看着我的头发，乘客都好奇地看着我。我心想，我是什么？牛鬼蛇神、权威、学者，哪个名称都不美，还是不说为妙。我脚里明白，等车一停立刻下车，直到1年以后，我全靠2条腿走路。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发就伸手来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当街出彩。我托人买了一顶蓝布帽子，可是戴上还是形迹可疑，出门不免提心吊胆，望见小孩子就忙从街这边躲到街那边，跑得一溜烟，或像一只过街的老鼠。莫存愿意陪我同走，可是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保护不了我，我还是独走灵便。我们生活上许多事都得自己料理，革命群众已通知煤厂不得为牛鬼蛇神家送煤，我们日用的蜂窝煤饼一个个都得自己到煤厂去买，咸菜土豆当然也得上街买。卖菜的大娘也和小孩子一样的尖利，眼睛总盯着我的假发。有个大娘满眼敌意，冷冷地责问我：你是什么人？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以后就和莫存交换任务，他买菜，我买煤。我每天下班路过煤厂，买3块大煤，2块小煤，用2只碗袋装了1000以后搭在肩上，因为我扫地扫得2手无力，什么都拿不动了。煤厂工人是认识我的，他们明知我是牛鬼蛇神，却十分照顾我。下班赶到煤厂，往往过了营业时间，他们总放我进厂，叫我把钱放在岸上，任我自取煤饼。有一次煤厂工人问我：你烧得了这么多煤吗？我说6天买7天的，星期日休假。他们听我还给自己休假都笑了。往常给我家送煤的老田说：干脆我给你送一车吧。他果然悄悄地给我送了一车。我央求他给李建武和唐帝华家也送些煤，他也送了。这事儿不幸给吉佐大娘知道，立即带着同伙赶到煤厂，制止了送。久以后听说吉佐大娘在前院挨斗了，据说她先前是个私门子，嫁过敌伪小军官，传闻不知真假，反正我们院子从此安静了。有个丑丫头看见我就盯着臭骂，有位大娘公然护着我，把她训了一顿。我出入大院不再挨骂。宿舍大院里的暴风雨暂时过境，风势和缓下来，不过保不定再来一阵。一切牛鬼蛇神正在遭受横扫，我们得战战兢兢地戴罪。
可是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喝骂声中认真相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了党，但我却觉得即使那是事实，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自岿然不动。打我骂我欺负我都不足以辱我，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至于天天吃窝头咸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我只反复自慰，假如我短寿，我的一辈子早完了，也不能再指望自己做这样那样的事情。我不能像莎士比亚《暴风雨》里的米兰达惊呼人类多美呀！美丽的新世界，我却见到了好个新奇的世界。05丁未年记事2，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2，颠倒过来。派给我的劳动任务很轻，只需收拾小小2间女厕，这原是文学所小刘的工作，他是临时工，领最低的工资，每月15元。我是妇女里工资最高的，革命群众叫我干小刘的活，小刘却负起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的重任，这就叫颠倒过来。我心上慨叹，这回我至少可以不脱离实际，而能为人民服务了。我看过那2间污秽的厕所，也料想我这份工作是相当长期的，绝不是3天2天或10天8天的事儿。我就制备了几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块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带去去污粉、肥皂、毛巾之类和大小2个盆儿，放在厕所里。不出10天，我把2个斑驳陆离的瓷坑，一个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厕所的门窗板壁都擦洗得焕然一新。瓷坑和瓷盆原是上好的白瓷制成，刮掉多年的积污，虽有残缺，仍然雪白锃亮。3年后，潘家荀太太告诉我，人家说你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没一点灰尘。这当然是过奖了，不过我却还勤快，不是为了荣誉或热爱劳动，我只是怕脏怕臭，而且也没有别的事可做。小刘告诉我，去污粉、盐酸、墩布等等都可向他领取。小刘是我的新领导，因为那2间女厕属于他的领域。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领导，他尊重自己的下属，好像觉得手下有我大可自豪。他一眼看出我的工作远胜于他，却丝毫没有嫉妒之心，对我非常欣赏。我每次向他索取工作的用具，他一点没有架子，马上就拿给我。莫存曾向我形容小刘的威风，文学所的牛鬼蛇神都聚在一间屋里，不像我们分散几个办公室，也没有专人监视。我很想看看莫存一伙的处境。一次我估计他们已经扫完院子，就借故去找小刘。我找到3楼一间闷热的大办公室，看见莫存和他同伙的牛鬼蛇神都在那里。他们把大大小小的书桌拼成马蹄形，大伙儿挨挨挤挤地围坐成一圈，上手一张小桌是监管大员小刘的，他端坐桌前，满面严肃。我先在门外偷偷和室内熟人打过招呼，然后就进去问小刘要收拾厕所的东西。他立即离席陪我出来，找了东西。年以后，我从干校回来，偶在一个小胡同里看见小刘和一个女伴推着一辆泔水车迎面而来。我正想和他招呼，他却假装不见，和女伴交头接耳，目不斜视，只顾推车前去。那女伴频频回头看了我几眼，小刘想必告诉他，我是曾在他管辖的牛鬼蛇神。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那时候常有红卫兵闯来造反。据何其芳同志讲，他一次被外地来的红卫兵抓住，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揪出较早，身上还不挂牌子，他自称是扫院子的。扫院子的怎么戴眼镜啊？他说从小近视，可是旁人指出他是何其芳，
那位小将凑近前去，悄悄说了不少仰慕的话。齐方同志后来对莫存偷偷讲了这番遭遇。我不能指望谁来仰慕我，我第一次给外来的红卫兵抓住，就老老实实按身上挂的牌子报了姓名，然后背了我的罪名：一、拒绝改造；二、走白砖道路；三、写文章放毒。那个红卫兵觉得我这个小鬼不足道，不再和我多说。可是我怕人揪住问罪，下次看见外来的红卫兵支流，就躲入女厕所。真没想到女厕所也神圣不可侵犯，和某些大教堂、大寺院一样，可充罪犯的避难所。我多年失眠，却不肯服安眠药，怕上瘾。学做气功，又像王安石坐禅时不亏人，坐定了就想出许多事来，要坐着不想是艰苦的奋斗。我这番改行扫厕所，头脑无需清醒，失眠就放心不眠。我躺着想到该做什么事就起来做，好在我的卧室在书房的西边，莫存睡在书房东边的套间里，我行动轻，不打搅他。该做的事真不少，第一要紧的是销毁罪证，因为毫无问题的自指都会成为严重的罪证。例如我和小妹妹杨碧的家信满纸胡说八道，引用的典故只我们姊妹了解，有常用家里惯用的切口，家信不足为外人道，可是外人看来保不定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或特别的密码。又如我还藏着一本牙牌神术，这不是迷信吗？家信之类是舍不得撕毁，神术之类是没有放在心上。我每晚想到什么该毁掉的，就打着手电，赤脚到各处去搜出来。可是毁尸灭迹大非易事，少量的纸灰可以焦尸拌入炉灰，倾入垃圾，烧的时候也不致冒烟。大叠的纸却不便焚烧，怕冒烟。纸灰也不能倾入垃圾，因为准有人会检查。垃圾里有纸灰就露馅了。我女儿为爸爸买了她爱吃的糖，总把包糖的纸一一包去，免得给人从垃圾里捡出来。我常把字纸撕碎，浸在水里揉烂，然后拌在炉灰里。这也只是少量，留着会生麻烦的字纸真不少。我发现我们上下班随身带的手提袋从不检查，就大包大包带入厕所，塞在脏纸篓里，然后倒入焚化脏纸的炉里烧掉。我只可惜销毁的全是平白无辜的东西，包括好些值得保留的文字。假如我是特务，收拾厕所就为我大开了方便之门了。我们牛鬼蛇神劳动完毕，无非写交代、做检讨或学习。我借此可以伏头瞌睡，或胡思乱想，或背诵些喜爱的诗词。我夜来抄写了，藏在衣袋里，背不出的时候就上厕所去翻开读读，所以我尽量把厕所收拾得没有臭味，不时地开窗流通空气，又把瓷坑抹拭得干干净净，尤其是挡在坑前的那个瓷片，这样呢，我随时可以进出坐坐，虽然只像猴子坐钉，也可以休息一会儿。一次我们这会儿牛鬼蛇神搬运一大堆煤块，余下些煤沫子就兑上水，做成小方块煤。一个小女孩在旁边观看，我逗她说：瞧，我们做巧克力糖呢，你吃不吃啊？她乐得嘻嘻哈哈大笑，在我身边跟随不舍。可是不久她就被大人拉走了，她又不大愿意，我也不大舍得。过2天我在厕所里打扫，听见这个小女孩在问人，她是干什么的？有人回答说扫厕所的。从此她正眼也不瞧我，怎么也不肯理我了。一次我看见她买了大捆的葱抱不动，只好拖着走。我要帮她，她却别过了脸，不要我帮。我不知道慨叹小孩子家也势利，还是该赞叹小孩子家也会坚持不与坏人为伍。因为他懂得扫厕所是最低贱的事儿，那时候扫厕所是惩罚，受这种惩罚的当然不是好人，
至于区别好人坏人，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人，却享受到些向所未识的自由。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有一套习惯的文明礼貌，虽然常常受到多里的谴责，却屡戒不改。例如见了认识的人，总含笑招呼一下，尽管自己心上不高兴，或明知别人不喜欢我，也不能见了人不理睬。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就乐得放肆，看见我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都不理，甚至瞪着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绝没有谁会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只是颠倒过来了意想不到的妙处。可是到厕所来的人，平时和我不熟的也相当礼貌，那里是背人的地方，平时相熟的都会悄悄慰问一声，你还行吗？或者说顶得住吗？或关切我身体如何，或问我生活有没有问题。我那顶假发已经几次加工改良，有知道我戴假发的会凑近细看说，不知道的就看不出来。有人会使劲咳一声表示愤慨。有一个平时也不怎么很熟的年轻人对我做了个富有同情的鬼脸，我不禁和他相视而笑。事过境迁，群众有时还谈起我收拾厕所的故事，可是我忘不了的是那许多人的关心和慰问，尤其那个可爱的鬼脸。05丁未年记事3，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3，一位骑士和4个妖精。我变成牛鬼蛇神之后，革命群众俘虏了我翻译的堂吉诃德，并活捉了我笔下的4个大妖精。堂吉诃德是一位正派的好骑士，尽管做了俘虏，也绝不肯损害我。4个大妖精却调皮捣蛋，造成了我的弥天大罪。不过仔细想来，妖精还是骑士招来的，罪证往往意想不到。我白白的终夜睁着两眼寻寻觅觅，竟没有发现偌大4个妖精，及早判处他们火刑。我替成阴阳头的前夕，出版社一个造反派到学部来造反，照我们外文所的牛鬼蛇神晚饭后到大席棚挨斗。我回家吃完晚饭出门，正值暴雨，我撑着雨伞，穿着高筒胶鞋，好不容易挤上公共汽车。下车的时候，天上的雨水真是大盆大盆地泼下来，街上已积水成河。我赶到席棚，衣裤湿了大半，胶鞋里倒出半靴子雨水。我已经迟到，不知哪来的高帽子和硬纸大牌子都等着我了。我连忙戴上帽子，然后举起双手，想把牌子挂上脖子。可是帽子太高，我两臂高不过帽子。旁边革命群众的议员静静地看着，指点说，先戴牌子再戴帽子呀。我经他提醒，几乎失效，忙摘下帽子，按他的话先挂牌子，然后戴上高帽。我不过是陪斗，主犯是谁我也不清楚，觉得挨骂的不是我，反正我低头站在台边上就是了。纠斗完毕，革命小将下了一道命令，把你们的黑稿子都交出来。黑稿子？什么是黑稿子呢？据我同伙告诉我，我翻译的吉尔布拉斯会淫会道想必是黑的了。堂吉诃德是不是黑呢？堂吉诃德是地主，桑丘是农民，书上没有美化地主歪曲农民吗？巨人怪兽不都是迷信吗？想起造反派咄咄逼人的威势，不敢不提高警惕。我免得这部分稿子遭殃，于是请革命群众来判定黑白，料想他们总不至于把这部稿子也说成黑稿子。堂吉诃德原著第1、第2两部各4册，共8册。我刚译完第6册的一半，我每次誊清了一稿，就把草稿扔了。稿纸很厚，我准备在上面再修改加工的。这一大叠稿子重得很，我用牛皮纸包好，用麻绳捆上，再用红笔大写上堂吉诃德一稿。我抱着这个沉重的大包挤上车挤下车，还得走一段路。雨后泥泞，路不好走。我好不容易抱进办公室去交给总秘书，我看准他为人憨厚，
从来不左得可怕。我说明译稿只此一份，没留底稿，并说不知这部稿子是否黑。他很同情地说就是嘛，显然他不赞成没收。于是我背后另一个声音说交给小 C。 小 C 原是通讯员，按颠倒过来的原则，他是很有地位的负责人。原来那时候革命群众已经分裂成两派了，小 C 那一派显然认为堂吉诃德是黑稿子，该没收。小 C 接过稿子抱着要走，组秘书郑重嘱咐道，可这是人家的稿子呀，只有这一份，得好好保管。小 C 不答，拿着稿子走了。我只好倒抽了一口凉气，眼睁睁看着堂吉诃德做了俘虏。那天真是我不幸的一天，早上交出堂吉诃德译稿，晚上给剃成了阴阳头。不久以后，一个星期日，不知哪个革命团体派人来我家没收尚未发表的创作稿。我早已打定主意，什么稿子都不交出去了。我干脆说没有。他要笔记本，我随手打开抽屉，拿了2本旧笔记就交给他。他说，我记得你不止2本。的确不止2本，可是当时我只拿到2本。我说没有了。那位年轻人也许本性温和，也许有袒护之意，并不追问，也不搜查，就回去交差了。他刚走不久，我就找出一大沓整齐的笔记本，原来交出去的那2本是为记得太乱，不打算保留的，所以另放一处。我经常失眠，有时精神不振，听报告总专心做笔记，免得瞌睡。我交出去的2本是卷集乱记的，我不便补交，干脆把没交的一叠笔记销毁了事，这件事就置之脑后了。1967年夏，我所的革命群众开始解放牛鬼蛇神，被解放的就下楼了。我是首批下楼的2人之一。从牛棚下楼还得做一番检讨，我认真做完检讨，满以为群众提些意见就能通过，不料他们向我质问4个大妖精的罪行。我呆了半晌，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哪里跳出来4个大妖精呢？有人把我的笔记本打开，放在我眼前，叫我仔细看。我看了半天，认出4个大妖精，原来是4个大跃进。想不到这么会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我脑筋里一点影子都没有。笔记本上前后共有4次4个大跃进，只第2次写成4个大妖精。我只庆幸没把凉棉煤铁画成实物，加上眉眼口鼻，添上手脚，画成跳舞的妖精。这也可见我却在细心听讲，忙着记录，只一念淘气，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可是严肃的革命群众对淘气是不能理解的，至少是不能容忍的。我便是长了100张嘴，也不能为自己辩白。有人甚至把公认为反动的潜意识论也搬来应用，说我下意识里蔑视那位做报告的首长。假如他们无限上纲，也不必无限，只要稍微再往上提提，说我蔑视的是大妖精，也许就把我吓倒了。可是做报告的首长还是我敬佩而爱戴的，从我的上意识到下意识绝没有蔑视的踪影。他们强加于我的下意识，我可以很诚实的一口否认。我只好再做检讨，一个革命派的头头命我把检讨稿先让他过目。我自以为检讨得很好，他却认为很不够。他说，你该知道，你笔记上写这种话等于写反动标语。我抗议说，那是我的私人笔记，假如上面有反动标语，张贴有罪。他不搭理，我不服气，不肯重做检讨，自己解放了自己。不过我这件不可饶恕的罪行并没有不了了之，后来我又为这事2次受到严厉的批评。假如要追究的话，至今还是个未了的案件。说4个妖精都由堂吉诃德招来，并不是胡赖，而是事实。我是个死心眼儿，每次定了工作计划就一定要求落实。我定计划的时候精打细算，自以为很留有余地。我1星期只算5天，1月只算4星期，1年只算10个月。1年365天，只有200个工作日，我觉得太少了，
还不到1年2/3。可是1年要求200个工作日，真是难之又难，简直办不到。因为面对书本埋头工作，就导致不问政治，脱离实际。即使没有运动的时候，也有无数的学习会、讨论会、报告会等等，占据不少时日，或把可工作的日子割裂得零零碎碎。如有什么较大的运动，工作往往全部停顿。我们哪一年没有或大或小的运动呢？政治学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也知道应该认真学习，积极发言。可是我认为学习和开会耗费时间太多，耽误了业务工作。学习会上我听到长篇精彩的发言，心里敬佩，却学不来，也不努力学。我只求以勤补拙，拙于言辞，就勤以工作吧。这就推我走上了白砖道路。白砖道路是逆水行舟，凡是走过这条道路的都会知道这条路不好走。而翻译工作又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1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1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除非胡乱赊责，那是一回事儿。我如果精神好，我就超额多干；如果工作顺利，就是说原文不太艰难，我也超额多干。超额的成果我留作思绪，有亏欠可以弥补。攒些思绪很吃力，4、5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所以我老在早晚作息，传思绪，要求工作能按计划完成。便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我还偷功夫一点一滴的攒。堂吉诃德的译稿大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我深会一心为堂吉诃德攒思绪，却没有自己积蓄些多余的精力，以致妖精乘虚而入。我做了牛鬼蛇神，每夜躺着想这想那，却懵懵懂懂，一点没想到有妖精钻入笔记。我把这点疏失归罪于堂吉诃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会嗔怪，曾想尽办法要把堂吉诃德救出来。我向没收黑稿子的头头们要求暂时发还我的黑稿子，让我按着黑稿子检查自己的黑思想。他们并不驳斥我，只说没收的黑稿子太多，我那一份找不到了。我每天收拾女厕费不了多少时间，同伙还没扫完院子，我早已完事儿。我觉得单独一人傻坐在办公室不大安全，所以自愿在群众的办公室外面扫扫窗台，抹抹玻璃，借此消磨时光。从堂吉诃德被俘后，我就想借此寻找他的踪迹。可是我这位英雄和古代小说里的美人一样，侯门一入深似海。我每间屋子都张望过了，没见到他的影子。过年以后有一次，我们牛鬼蛇神奉命打扫后楼一间储藏室，我忽从凌乱的废纸堆里发现我那包堂吉诃德译稿。我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连抱起来放在一只凳上，又惊又喜地告诉同伙，我的稿子在这里呢。我打算冒险把稿子偷走，出门就是楼梯，下楼就没人看守，抱着一个大纸包大模特样在楼梯上走，也不像做贼。楼下的女厕虽然不是我打扫的，究竟是个女厕，我可以把稿子暂时寄放，然后抱回家去。当然会有重重险阻，我且走一步是一步。监视我们的是个老干部，我等他一转背，就把稿子抢在手里。可是刚举步未及出门，我同伙一个牛鬼蛇神，他是怕我犯了错误牵累他吗？那可怪不得他呀，他该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吧。他指着我大喝一声，杨继康，你要干什么？监视的干部转过身来，诧异地看着我。我生气地说，这是我的稿子。那位干部才明白我的用意，他倒并不责问，只软哄说，是你的稿子，可是现在你不能拿走，将来到了的时候会还给你。我说扔在废纸堆里就丢了，我没留底稿，丢了就没了。我不记得当时还说了什么大话，因为我觉得这是吃了公家的饭干的工作，不是个人的事儿。他答应好好保藏，随我放在哪里都行。我先把稿子放在书柜里，
又怕占了太好的位置，别人需要那块地方会把稿子扔出来，所以我又把稿子取出，谨谨慎慎放在书柜顶上，叹口气，应应心，撇下不顾。军工宣队进入学部以后，牛鬼蛇神多半恢复了人身，重又加入群众队伍，和他们一起学习。我请学习小组的组长向工人师傅要求发还我的译稿，因为我自知人微言轻，而他们也不懂得没收稿子的缘由。组长说，那是你的事儿，你自己去问。我得耐心等待机会。工人师傅们一下班就兴冲冲地打球，打完球又忙着监视我们学习，机会真不易得。几个月来，我先后3次钻得空子，3次向他们请求，他们嘴里答应，显然是置之不理。直到下放干校的前夕，原先的组秘书当了我们组的学习组长，我晚上学习的时候递了一个条子给他。第二天早晨，他问明我那包稿子所在，立即亲自去找来交给我，说快抱回家去吧。落难的堂吉诃德居然碰到这样一位扶危济困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我对许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文武丁未年记事。4. 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4. 精彩的表演。我不爱表演，也不善表演。虽然有一次登上了吉祥大戏院的大舞台，我仍然没有表演。那次是何其芳同志等黑帮挨斗，我们夫妇在陪斗之列，谁是导演，演出什么戏，我全忘了，只记得气氛很紧张，我却困倦异常。我和莫存并坐在台下，我低着头只顾瞌睡，台上的检讨和台下的喝骂，我都置若罔闻。忽有人大喝：杨继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台。我忙睁目抬头，觉得嘴里发苦，知道是心上慌张，可是一会儿我又瞌睡了，反正揪上台是难免的。我们夫妇先后都给点名叫上舞台，登台就有高帽子戴，我学得诀窍，注意把帽子和地平线的角度尽量缩小，形成自然低头式。如果垂直戴帽，就得把身子弯成90度的直角才行，否则群众会高喊低头低头，陪斗的不低头还会殃及主犯。当然这种诀窍只有不受注意的小牛鬼蛇神才能应用。我把帽子往额上一按，紧紧扣住，不使掉落，眉眼都罩在帽子里，我就站在舞台边上，学马那样站着睡觉，谁也不知我这个跑龙套的正在学马睡觉。散场前，我给人提名，叫到麦克风前自报姓名，自报身份，挨了一顿混骂，就算了事。当初坐在台下，唯恐上台，上了台也就不过如此。我站在台上陪斗，不必表演，如果坐在台下，想要充当革命群众，除非我对犯人也像他们有同样的愤怒才行，不然我就难了。说老实话，我觉得与其骂人，宁可挨骂，因为骂人是自我表演，挨骂是看人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演，表演他们对我的心意，而无意中流露的真情，往往是很耐人寻味的。可是我意想不到，有一次竟不由自主演了一出精彩的闹剧，充当了剧里的主角。干校6季的末一章里提到这场专为我开的斗争会，群众审问我，给钱钟书通风报信的是谁？我说是我。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我说是我。为的是提供线索，让同志们据实调查。台下一片怒斥声，有人说谁是你的同志？我就干脆不称同志，改称你们。聪明的夫妇彼此间总留些空隙，以便划清界限，免得互相牵累。我却一口担保，钱钟书的事我都知道。当时群情激愤，包括我自己。有人递来一面锣和一个锤子，命我打锣。我正是火气冲天，没个发泄处，当下接过铜锣和锤子，下死劲大敲几下，聊以泄怒。
这来可翻了天了，台下闹成一片，要驱我到学部大院去游街。一位中年老干部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污水浸没发黑的木板，落上绳子叫我挂在颈上。木板是滑腻腻的，挂在脖子上很沉。我戴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压着，先到仇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2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想这有何难，就难倒了我吗？况且知识分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叫有何妨？我暂时充当了小赖子里叫喊消息的豹子。不同的是，我既是罪人又自报消息。当时虽然没人照相射入镜头，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到半空中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7长8短一对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场闹剧实在是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群众大概也忘不了我出的洋相，第二天见了我只想笑。有2人板起脸来训我，谁胆敢抗拒群众，叫他碰个头破血流。我很爽气大度，一口承认抗拒群众是我不好，可是我不能将无作为。他们倒还通情达理，并不再强逼我承认莫存那桩莫须有的罪名。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丙午丁未年记事。午，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午，帘子和炉子。秋凉以后，革命群众把我同组的牛鬼蛇神和2位本所的黑领导安顿在楼上东侧一间大屋里。屋子有2个朝西的大窗，窗前挂着芦苇帘子。经过整个夏季的暴晒，窗帘已陈旧破败。我们收拾屋子的时候，打算撤下帘子，让屋子更鲜亮些。牛鬼蛇神的称呼已经不常用，有的称为老家伙，老家伙的名称也不常用，一般称老先生。我在这一伙里最小，无论年龄、资格、地位都最小，揪出也最晚。同伙的牛鬼蛇神瞧我揪出后没事人一样，满不在意，不免诧怪。其实我挨整的遭数比他们多，他们自己就整过我，况且他们是红专家，至少也是粉红专家或外红里白专家，我却白而不专，也称不上家。这回他们和我成了一丘之貉，当然委屈了他们，荣幸的是我。我们既然同是沦落人，有一位老先生慨然说，咱们是难友了。陈祥鹤同志一次曾和他的难友发了一点小牢骚，立即受到他领导好一顿训斥，因此他警告莫存，当心呀，难友会卖友。我为此也常有戒心。不过我既然和难友风雨同舟，出于共济的精神，我还是大胆献计说别撤帘子。他们问为什么，我说革命群众借我们屋来，得经过那2个朝西的大窗，隔着帘子，外边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做准备。他们观察实验了一番，证明我说的果然不错，那2个大破帘子就一直挂着，没有撤下。一位难友曾说，一天最关键的时刻是下午4时，传我们去训话或问话往往在4点以前，散会后群众就可以回家。如果到4点没事儿，那一天就平安过去了。他的观察果然精确。不过自从我们搬入那间大屋，革命群众忙于打派仗，也不大理会我们。我们只要识趣，不招他们就没事儿。我们屋里有几只桌子的抽屉是锁着的，一次几个革命群众汹汹然闯进来，砸开锁，抄走了一些文件。我们都假装不见，等他们走了，才抬头吐气。砸锁抄东西的事儿也只偶然一件。我们有帘子隐蔽着，有没有专人监督，实在很自由。如果不需写交代或者做检查，
可以专心学习马列经典，也不妨传阅小报。我抽屉里还藏着自己爱读的书，革命群众如有事找我们，等他们进屋，准发现我们一个个都规规矩矩地伏案学习呢。那间屋子里没有暖气片，所以给我们装了一只大火炉，我们自己去拾木柴捡树枝。我和文学所的木工老李较熟，我找到他的木工房去借得一把锯子，大家轮着学锯木头。我们做过些小煤饼子，又搬运些煤块，轮流着生火和烽火，烽灭了明天重生。检查之类的草稿也正可用来生火。学部的暖气并不全天供暖，我们的炉子却整日熊熊旺盛。两位领导都回家吃饭，我们几个老先生各带一盒饭，先后在炉子上烤热了吃，比饭堂里排队买饭方便得多。我们饭后各居一隅，拼上几只椅子全当卧榻，叠几本书全当枕头，胡乱休息一会儿。起来了，大家一起说说闲话，讲讲家常，虽然不深谈，也发点议论，谈些问题。有时大家懊悔当初该学理科，不该学文学。有时我们分不清什么是大是非，什么是小是非，一起琢磨研究。有时某人出门买些糖食，大家分享。常言道文人相亲，又说是同行必妒。我们既是文人，又是同行，居然能融融洽洽，同享帘子的庇护和炉子的温暖，实在是难而又难的难友啊。05丁未年记事6，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6，披着狼皮的羊。我们刚做牛鬼蛇神，得把自我检讨交监管小组审阅。第一次的审阅最认真，每份发回的检讨都有批语。我得的批语是：你这头披着羊皮的狼。同伙所得的批语都一样严厉。我们责怪说，谁这么厉害呀？不久我们发现了那位审阅者，都偷偷端详他几日。他面目十分和善，看来是个谨厚的人。我不知他的姓名，按提绰号的惯例，把他本人的话做了他的名字，称为披着羊皮的狼。可是我总颠倒说成披着狼皮的羊，也许我觉得他是披着狼皮的羊。探险不必像堂吉诃德那样走遍世界，在我们当时的处境，随时随地都有险可探。我对革命群众都很好奇，忍不住先向监管小组探险。一次我们宿舍大院里要求家家户户的玻璃窗上都用朱红油漆写上语录。我们大楼的玻璃窗只能朝外开，我家又在3楼，不能站在窗外写，所以得在玻璃内写，按照又笨又复杂的方式填画成繁写的楷书，外面看来就成正文。我为这项任务向监管小组请1天假，那位监管员毫不为难，一口答应。我不按规格用左手写反字，不到半天就完成了工作，偷得劳生半日闲，独在家里整理并休息。不久我找另一位监管员，又轻易请得1天假，我家的煤炉坏了得修理。这个理由比上次的理由更不充分，他很可能不准，叫我下班后修去，可是他也一口答应了。我只费了不到半天功夫自己修好了，又偷得劳生半日闲。过些时候，我向那位披着狼皮的羊请假看病，他并不盘问我看什么病，很和善地点头答应。我不过小小不舒服，没上医院，只在家休息，又偷得1日清闲。我渐渐发现，监管小组里个个都是披着狼皮的羊。秋凉以前，我们都在办公室里作息，楼上只有女厕，有自来水。楼上办公室里写大字报的同志，如要洗笔，总带些歉意，很客气地请我代洗。饭后办公室人多嘈杂，我没个休息处。革命群众中有个女同志颇有胆量，请我到她屋里去歇午。她不和我交谈，也不表示任何态度，但每天让我在她屋里睡午觉。有一次我纸上扎了个刺儿，
就走进革命群众的办公室，伸出一个指头说扎了个刺儿。有一位女同志很尽心地为我找了一枚针，耐心在光亮处把刺儿挑出来。其实扎了个刺儿很可以耐到晚上回家再说。我这来仍是存心探险。我渐次发现我们所里的革命群众都是些披着狼皮的羊。我们当了牛鬼蛇神最怕节日，因为每逢过节放假，革命群众必定派下许多课外作业，我们得报告假日做了什么事儿，见了什么人，又得写心得体会。放假前还得领受一顿训话，记得些禁令。可是有一次，一个新战斗团体的头头放假前对我们的训话不同一般。我们大家都承认过一项大罪，拒绝改造。他说，你们该实事求是呀，你们难道有谁拒绝改造了吗？拒绝改造和没改造好难道是一回事吗？我听了大为安慰，惊奇地望着他，满怀感激。我自从失去人身，难得听到革命群众说这种有人性的语言。我下楼以后自己解放了自己，也没人来管我。有一次革命群众每人发一枚纪念章和一部毛选，我厚着脸去讨，居然得了一份。我是为了试探自己的身份。有个曾经狠狠挨整的革命派对我说，我们受的罪比你们受的厉害多了，我还挨了打呢。不错呀，砸抽屉抄文件的事儿我还如在目前。不久后，得势的革命派也打下去了，他们一个个受审问，受逼供，流着眼泪委屈认罪。这时我想到上山下乡后的红卫兵。我在干校时见到2个，他们住一间破屋，每日捡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类的当饭吃，没有工作，也没人管，也没有一本书，不知长年累月是怎么过的。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如饿狼一般，多可怕呀！曾几何时，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给剃光了。我已悟到，冤有头，债有主。我们老家伙也罢，革命小将也罢，谁也不是谁的敌人。反正我对革命的后生不再惧怕。在北京建筑地道的时期，摊派每户做砖，一人做100块，得自己到城墙边去挖取泥土，然后借公家的模子制造，晒干了交工。那时莫存以下干校，女儿在工厂劳动，我一人得做300块，这可难倒了我。千思万想，没个办法，我只好向一位曾监管我的小将求救。我说，咱俩换工，你给我做300块砖，我给你打一套毛衣。他笑嘻嘻一口答应。他和同伴替我做了砖，却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不肯要我打毛衣。我至今还欠着那套毛衣。干校每次搬家，箱子都得用绳子缠捆，因为有卡车运送，行李多，车辆小，压挤得厉害。可是我不复像下干校时候那样，事事得自己动手，总有当初揪出我们的革命群众为我们缠捆，而且不用我求，披狼皮的羊很多是大力士，他们会关心地问我，你的箱子呢，捆上了吗？或预先对我说好，我们给你捆。莫存同样也有人代劳，我们由干校带回家的行李缠捆得尤其周密，回家解开绳索，发现一只大木箱的盖已经脱落，全靠缠捆得好，箱子里的东西就像是装在完好的箱子里一样。我在干校属菜园班，有时也跟着大队到麦田或豆田里去除草。队长分配工作说，男同志1人管4行，女同志1人管2行。杨继康，你管1行。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干农活有一手，有2个能手对我说，你1行也别管，跟我们来，我们留几根毛毛给你除。他们1人至少管6行，一阵风似的扫往前去，我跟在后面除他们特意留给我的几根毛毛，不知道的人也许还以为我是劳模呢。莫存同样有人照顾，我还没下干校的时候，他来信说
热水瓶砸了，借用别人的，不慎战战兢兢。不久有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来找我，说他就要下干校，愿为钱先生带热水瓶和其他东西。他说不论什么东西你交给我就行，我自有办法。热水瓶，还有装满药水的瓶，还有许多不便邮寄的东西，他都要求我交给他带走。莫存来信说吃到了年轻人特地为他做的葱烧鲫鱼和油爆虾，在北京没吃过这等美味。干校搬到明港后，他的床位恰在北窗下，风很大。天气冷了，我一次去看他，发现整个大窗的每条缝缝都糊得风似不透，而且干净整齐，玻璃也擦得雪亮，都是有事弟子服其劳。我没想到他们对莫存的情谊，心上暖融融的感激。我们从牛棚下楼后，房子分掉一半，干校回来，强邻难以相处，不得已只好逃亡。我不敢回屋取东西，怕吃了眼前亏还说不清楚，可是总有人为我保镖，帮我拿东西。我们在一间办公室住了3年，那间房用我们无锡土话叫做坑缸连井灶，用北方俗语就是监供吃喝拉撒的，听来是十足的陋室。可是在那3年里的生活，给我们留下无穷的回味。文学所和外文所的年轻人出于同情，为我们把那间堆满食物的办公室腾出来，打扫了屋子，擦洗了门窗，门上破好钥匙，窗上挂好了窗帘，还给拉上一条挂毛巾的铁丝。莫存病喘，暖气片供热不足，他们给装上炉子，并从煤场拉来一车又一车的煤饼子，叠在廊下，还装上特制的风斗，免中煤气。莫存的笔记本还锁在原先的家里，尘土堆积很厚。有人陪我回去，费了2天功夫整理出5大麻袋，2天没好生吃饭，却饱餐尘土。莫存写管锥篇经常要核对原书，不论中文外文书籍，他要什么书就应声而来。如果是文学所和外文所都没有的书，有人会到北大图书馆或北京图书馆去借。如果没有这种种帮忙，管锥篇不知还得延迟多少年月才能完成呢。我们流亡期间，莫存有感冒引起喘病，输氧4小时才抢救出险。他因大脑皮层缺氧，反应失常，手脚口舌都不灵便，状如中风，将近1年才恢复正常。医生嘱咐我千万别让他感冒，这却很难担保。我每开一次大会，必定传染很重的感冒。我们又同住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我怕传染他，只好拼命吃药。一次用药过重，晕得不能起床。大会总是不该缺席的会，我不能为了怕感冒而请假。我同所的年轻人常替我带一只耳朵去听着，就是说为我详细做笔记，供我阅读。我就偷偷赖掉好些大会和小会，不但免了感冒，也省下不少时间。我如果没有他们帮忙，我翻译的《堂吉诃德》也不知得拖延多久才能译完。关注和照顾我们的都是丙午丁未年间披着狼皮的羊，乌云的金边。按西方成语，每一朵乌云都有1道银边。丙午丁未年同遭大劫的人，如果经过不同程度的摧残和折磨，彼此间加深了一点了解，滋生了一点同情和友情，那该算是那一片乌云的银边，或竟是金边吧。因为乌云越是厚密，银色会变为金色。常言彩云易散，乌云也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隐身衣，作者杨绛，朗读者有意。我们夫妇有时候说废话玩，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我们都要隐身衣，各披1件，同出遨游。我们只求摆脱拘束，到处阅历，
并不想为非作歹，可是玩得高兴，不免放肆淘气，于是惊动了人，隐身不住，得赶紧逃跑。哎呀，还得有缩地法，还要护身法。想得越周到，要求也最多，干脆连隐身衣也不要了。其实如果不想干人世间所不允许的事，无需仙家法宝，凡间也有隐身衣，只是世人非但不以为宝，还唯恐穿在身上像湿布衫一样脱不下，因为这种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处卑微，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我记得我国笔记小说里讲一人梦魂回家，见到了思念的家人，家里人却看不见他，他开口说话也没人听见，家人团坐吃饭，他欣然也想入座，却没有他的位子。身居卑微的人也仿佛这个畏惧人身的幽灵会有同样的感受，人家眼里没有你，当然视而不见，心上不理会你，你就会瞠目无睹，你的自我觉得受了轻忽或怠慢或侮辱，人家却谓之有你。你虽然生存在人世间，却好像还畏惧人形，还未曾出生，这样活一辈子，不是随生犹如未生吗？谁假如说披了这种隐身衣如何受用，如何逍遥自在，听的人只会觉得这是发扬阿 Q 精神或阐述酸葡萄论。看咱们的常言俗语，要做个人上人呀，出类拔萃呀，出人头地呀，脱颖而出呀，出风头或拔尖儿冒尖儿啊等等。可以想见一般人都不甘心受轻忽，他们或异议而怨，或愤愤而怒，只求有朝一日挣脱身上这件隐身衣，显身而露面。英美人把社会比作蛇井，井里压压挤挤蛇，一条条都拼命钻出脑袋，探出身子，把别的蛇排挤开，压下去。一个个冒出又没入的蛇头，一条条拱起又压下的蛇身，扭结成团难分难解的蛇尾，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不断的挣扎斗争，钻不出头，一辈子埋没在下。钻出头就好比大海里坐在浪尖上的跳珠飞沫，迎日月之光而生辉，可说是大丈夫得志了。人生短促，浪尖上的一刹那也可做一生成就的标志，足以自豪。你是窝囊废吗？你就甘心郁郁久居人下吗？但天生万物有美有不美，有才有不才，万具枯骨才造的一员名将，小兵小卒岂能都成为有名的英雄？世上有坐轿的，有抬轿的，有坐席的主人和宾客，有端茶上菜的侍仆。席面上有人做守卫，有人陪末座，厨房里有掌勺的上灶，有烧火的灶下婢，天之生财也不齐，怎能一律均等？人的志趣也各不相同，儒林办史26回里的王太太，津津乐道她在孙乡绅家吃一炕二眼观三的席上，坐在首位，一边一个丫头为她掠开满脸黄豆大的珍珠托挂，让他露出嘴来吃蜜饯茶。而堂吉诃德11章里的桑丘却不爱做酒席，宁愿在自己的角落里不装斯文，不讲礼数，吃些面包葱头。有人祈求飞上高枝，有人宁愿叶尾途中，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有人是别有怀抱，旁人强不过他，譬如他宁愿叶尾途中，也只好由他。有人是有志不深，自己强不过命运，譬如庸庸碌碌之辈，偏要做人上人，这可怎么办呢？常言道，烦恼皆因强出头，猴子爬得越高，尾部又秃又红的丑相就越加显露，自己不知道身上只穿着皇帝的新衣，却忙不迭地挣脱隐身衣，出乖露丑。好些略具才能的人，一辈子挣扎着求在人上，虚耗了毕生精力，一事无成，真是何苦来呢？我国古人说，彼人也，欲亦人也，
西方人也有类似的话，这不过是勉人努力向上，勿自暴自弃。西班牙谚云：干什么事儿成什么人，人的尊卑不靠地位，不由出身，只看你自己的成就。我们不妨再加上一句：是什么料充什么用。假如是一个萝卜，就力求做个水多肉脆的好萝卜；假如是个白菜，就力求做一颗瓷瓷实实的包心好白菜。萝卜白菜是家常食用的菜蔬，不求做庙堂上供设的真果。我乡童谣有3月3荠菜开花赛牡丹的话，荠菜花怎赛得牡丹花呢？我曾见草丛里一种细小的青花，常猜测那是否西方称为勿忘我的草花，因为它太渺小，人家不容易看见。不过我想，野草野菜开一朵小花，报答阳光雨露之恩，并不求人勿忘我。所谓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者。我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启目庄子所谓陆沉。社会可以比作蛇颈，但蛇颈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颈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古往今来自有人避开蛇颈而藏身或陆沉，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蕴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花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不用轻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致完成自己能做的事。而且在隐身衣的掩盖下，还会别有所得，不怕旁人争夺。苏东坡说：山间之明月，水上之清风，是造物者之无尽藏，可以随意享用，但造物所藏之外，还有世人所创的东西呢。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细看。书上的描摹，戏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的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笑意，更奇妙的娱乐。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不过这一派胡言纯是废话罢了，即要挣脱隐身衣的人听了未必入耳，那些不知世间也有隐身衣的人知道了也还是不会开眼的。平心而论，隐身衣不管是仙家的或是凡间的，穿上都有不便，还不止小小的不便。英国威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隐形人》里写一个人使用科学方法得以隐身，可是隐形之后大吃苦头，例如天冷了不能穿衣服，穿了衣服只好躲在家里，出门只好光着身子。因为穿戴着衣服、鞋帽、手套而没有脸的人跑上街去，不是兴妖作怪吗？他得把必须外露的面部封闭得严严密密，上部用帽檐遮盖，下部用围巾包裹，中部架上黑眼镜，鼻子和两颊包上纱布，贴满橡皮膏。要掩饰自己的无形，还需要这样煞费苦心。当然这是死心眼的科学制造，比不上仙家的隐身衣。仙家的隐身衣随时可脱，而且能把凡人的衣服一并隐掉。不过隐身衣下的血肉之躯终究是凡胎俗骨，耐不得严寒酷热，也经不起任何损伤。别说刀枪的袭击或水烫火灼，就连砖头木块的磕碰或笨重的踩上一脚都受不了。如果没有及时逃避的法术，就需练成金刚不坏之躯，才保得无事。穿了凡间的隐身衣，有同样不便，肉体包裹的心灵也是经不起炎凉，受不得磕碰的。要练成刀枪不入、水火不伤的功夫，谈何容易？如果没有这份功夫，偏偏有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
就难保不气破了肺，刺伤了心，哪还有闲情逸致把它当成好戏看呢？况且不是演来娱乐观众的戏，不看也罢。假如法国小说家勒萨日笔下的瘸腿魔鬼请我夜游，揭起一个个屋顶让我观看屋里的情景，我一定辞谢不去。获得人间智慧必须身经目击吗？身经目击必得获得智慧吗？人生几何，凭一己的经历沾沾自以为独具冷眼，阅尽人间，安知不招人暗笑？因为凡间的隐身衣不比仙家法宝，到处都有，披着这种隐身衣的人多得很呐，他们都是瞎了眼的吗？但无论如何，隐身衣总比国王的新衣好。